没错，我们并不属于这个时代。但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在永安开起饭馆呢？这事儿还得从2个月前说起。林山胡同88，快递。爸妈，快递到了。别睡了，赶紧起来。沈继才，你还知道不知道我是你哥呀？啊，没大没小的，吓死我了一下。那你倒是有点哥哥的样子呀！东西都到了，赶紧弄。哎，阿基啊，你这个视频是要让我们回到古代给祖宗做东西吃啊？这能行吗？一定行！我把读研时候给 MCN 公司写稿的积蓄都拿出来了，不过也就够咱们拍5期视频了。所以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啊！必须带火咱家小饭馆。赶紧办上吧。姑姑，咱们去哪儿拍视频呀？去咱家祖宅，就是现在很火的那个网红景点云水苑。风流旅游，爱护环境，修复乱扔垃圾。哎，洋洋，来，我沈建设携爱妻李凤霞、子女邵杰、邵光、孙女泱泱，叩拜老祖宗，希望2位祖宗保佑我们沈家小饭馆经营转好，起死回生。哎，奶奶，哎，我们家祖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这祖宗的故事，你得问你爸和你姑姑啊。曾爷爷只讲给他们俩听了。这个呢？这祖宗的故事啊，你们一定要牢记。这1000多年以前，京兆少尹林燕到京任职后，住进了云水苑。林少尹这个人呐，还入赘了我们沈家。那后来呢？之后再跟你讲，我们抓紧拍摄，一会儿没光了啊。就是快点吧。哎，阿基，咱们是不是还缺一个演祖宗林燕的人呢？你们等着，我去抓个壮丁。断联这么多代，中间还不知道发生过啥，抓个壮丁也不算麻烦吧？啥呀？我在审视故居呢，我一会儿找你去吧。啊，行，收到。我不是坏人，我就想请你帮个忙。人呢？嗨，有人吗 ？Hello。嗨，帅哥。从后门出去了。诸位，
哎，吃。花火出锅嘞！云史院后门外头不是山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不对劲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哎呦！哥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云水院不见了啊！不见了！云水院不见了！你们怎么过来的？我们这不正找你呢吗？刚才突然就起了一阵雾。对呀，我们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。是起雾。哥哥，那是景区的新项目吗？我跟你说呀，姐，你先别着急，这肯定是景区搞活动，咱没花钱就混进来了。走，花车游行，还真挺热闹的，走看看。哇，好漂亮！这地儿啊，他们都穿着这个。哎呦，你看你衣服还扔在这儿呢，阿季。好特别呀！哎，你说他们这是跳的什么舞啊？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就是大型实景剧本杀。啥是剧本杀？哎呀，剧本杀你都不知道？你杀过啊？我没杀。哎，走了。你看人家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啊，这阵仗啊，真好。哎，看那，这还有投机猎物，画一大胖子啊！这好玩的，你看看这画，这小弟弟啊，街舞真的？这字儿那啥玩意儿啊？阿季，喂。哎，这不是那演员吗？长得这么像。哎呦，是像啊，这就不懂了。真像啊！人在剧本杀里就不叫演员，人就叫 NPC。警务卫抓人，搜索闪避。警察游戏开始了！哇，好！过节太好了，这真实，挺真实的。哎呦，你看人家这表演啊！哎呀，爸妈啊，我咋觉得不对劲呢？哎呀，你们都没玩过这游戏，忒敏感了，人怎么可演能是真的？肯定是假的嘛！就这钱，就番茄酱。哎，兄弟，下班了。哎，光灿，爸爸，怎么了？爸爸死了！爸爸啊！让！洋洋，我的花骨，过来！洋洋，拖回去！快过来！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怎么真的了？派出所！去派出所！哎，兄弟，派出所在什么地方？这儿死人了！
咱得报案呐！郎君胡说什么呢？你吓傻了？幸会抓贼人，当然要杀了。你们也快走吧，一会儿天黑了就宵禁了。我先走啊，我先走啊！这不是剧本杀，这不是个游戏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干啥呀？这不是梦，不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是穿越了吧？穿越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里是永安城。这真是永安城啊！上天了！上什么天呢？咱们这是穿越了。要一个标间儿，我们5个人挤挤。何为标间？客房一间小的就行。啊，对对对。这把这用这个能抵房费吗？24K 纯金的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太好了。今天遇到的挑战，是我们家有史以来遇到的最严峻的一次。所以今天的家庭会议要讨论一下，接下来该怎么办。这样，沈建设，你先来点建设性的发言吧。那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啊。今天我们遇到的这个挑战，是我们家有史以来最严峻的一次。我们既要全面的看这个问题，还要客观的看这个问题。至于接下来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得先回去。说完了？我说完了。净是废话。我就知道我指望不上你。那个谁，沈公菜，你说，你发言。怎么回去这个事儿啊，尤为重要，咱们一定要仔细的分析。但我这确实分析不出来。哎，不过幸亏阿基一块来了，他历史好啊，他知道拿金子换钱，要不然咱们现在没准都住大牢了。全是废话，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。老婆，我替你教育他。你不说话，没有人拿你当哑巴。阿基，还是你说说吧。根据咱们在沈氏故居看到的地图啊，云水院在那个方向，那咱们是从云水院穿过来的，得进去那儿想办法。云水院。这能让咱们进去吗？怎么也得试试啊！站住！此地是京兆少尹的私宅，不可擅入。保安同志，你通融，这可是24K 纯金的。去！大娘不惜行贿，也要闯京兆少尹置办的府邸，是何用意？别激动，我阿娘还得了癔症，我这就带她回家。哎呦，娘发病了，回家。给，谢谢。拿着。哎呦！看到啥没有啊？你在做甚？跟我没关系啊！哎，跟我可没关系啊！哎，Round 3。好像没人哎。没人，你闪开，我来。
剩下的钱不多了，这一半的饼留着明天再吃吧。天天吃饼，天天吃饼，我都快吃成神经饼了。我真是一口我都吃不下去。你不吃啊？你不吃给我吃啊？有饼吃不错了。再说了，咱现在全家不都靠着你妈的那点金首饰撑着呢吗？得省。是不是啊，凤霞？有道理。家人们，我跟店家打听到了，咱们祖宗林燕即将上任，马上就会进京。真的？啊！哎呦，祖宗来了，好吧？祖宗得对咱们负责，他不能只管生不管养啊。家人们，希望要来了。开会。开会。那个阿健，来，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。阿健，我坐这儿就挺好的。我们俩有事。对，干什么呀？哎，没事。哥哥，过来。听我说啊，好。之前是因为主人不在，所以那些护卫院不敢放咱们进去。如果林燕来了，咱们再套上近乎，那咱们回家就有希望了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呀，现在有个更严峻的问题。啥问题？是金子总会花光的，咱们很快就没钱了。得先想办法搞点钱呢。沈建设，啊？关于怎么搞钱，我希望你来点建设性的意见。我这怎么又是我呀？我是这么觉得啊，就是搞钱嘛，肯定是没戏。咱就得省钱。省钱呢，你就得少吃。你少吃，你就得少动。最好不动，你不动他就不饿，不饿他就不花钱。你自己听听，你说这是啥话？你现在知道咱们家的那个小饭馆是怎么被你开款的了吧？不是你脖子上长的这是摆件是不是？你出的是什么馊主意啊你？妈，别，不是你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爸他这想表达的就是一种开源节流嘛。就是我爸这个人就是嘴比较笨。爸，你这不对啊！你起来！你还说什么？妈都说成这样了，你还不理解吗？你这么问你怎么能说？老规矩啊，刚才我要替你说话了，你再给我20啊！我没钱，您给不给吧？我真的是没有。妈，我爸其实是想……你刚才说的有道理。我爸其实是想说，早知道是这样，他也应该带点金子银子过来，替你解解忧，是吧？对，是这样。他能有那个脑子？我就是想，现在我也有啊，这是以前曾爷爷给我的。祖宗上任前，咱们得先想办法活下来啊。那要不做老本行？要不咱们先支个小摊儿，弄点小吃？这个我行。能不能做煎饼果子呀？我最喜欢吃煎饼果子了。有道理。咱们分头行动，我跟泱泱负责接近祖宗，想办法进云水院；你们负责摆摊赚钱。我想了个招，保准能把煎饼果子带火。听闻那位新任京兆少爷林燕，并非世家子弟，也未师从名门，一路走来，全凭自身本事，无人提携，令圣人破格擢取，还特赐了玉蝶蟹和金玉带，同正3匹一般。听闻他的俸禄也是圣人亲采，可比正2品呢。哎呦！这林小郎君生有宋玉之才貌，孟老的外孙女年已及笄，可不可以去问一问这青年才俊呐？求婚者只怕踏破他的门槛喽，老夫未必高攀得起。孟老说笑了。林少爷。诸位真折煞燕也，既在殿外，燕为晚辈，理应先向诸公行礼。我。陛下今日圣体微恙，
还请诸公先回吧。陛下今日不便听奏，林少尹留步，陛下着少尹入阁觐见。陛下，陛下身体抱恙，本该休息，何故唤臣做出仆席？老秦中贵收了吧？这收不得。哎呀，罢了，朕不玩赖便是，总得把这局打完吧。臣已然进京，薄席自当随时奉陪，但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请示陛下。拿正事儿堵朕。说吧。华苑县贪墨赈灾款案是陛下命臣督办的，首犯乃是当地县令。他想以万金赎罪，不过臣驳回了。前日他已问斩。这事办得很好啊。可这位县令姓窦，是窦贵妃家的亲眷。云烟，你大胆！陛下明鉴，窦县令府邸所储胡椒数量颇巨，足够永安东西方使用上4年。胡椒金价如今远胜黄金，当日流民深受其害，百姓不得口粮，甚至易子而食。如此巨贪都可免死，臣实在不知如何服众。此事查之多年无果，你是如何拿到罪证的呀？窦县令手下有个云家小郎君，是个痴情种。你竟敢对母动用私刑！等老子出去，第一个就弄死你！云小郎君，某怎会对你动用私刑？只是有样东西不便在人前展示，故请你私下里寻。熟悉吗？这封信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你给我，把它给我！你跟着窦县令许久了吧？久到都跟人家的妾室生死相许了。你猜他会如何对你们？不如拿出罪证，送他一程，这样你就能和你的心上人双宿双栖了。真是个不争气的。罢了，赐死贪墨案首犯，本也应当。适才你提及东西方士，似是知晓方士每年的用度，可是夫人前已有所了解啊。东西方士胡汉通商，鱼龙混杂，是京官内宫以旁戚之名经商渔利之所在，形势复杂，在京畿做事，能否制衡方士，至关重要。此前凡着身京兆营者，悉皆辞任。去世忧心，当中关节无法打通。若由你来管，你当如何啊？民以食为天，臣欲先治理以饮食闻名的聚贤巷，从小处着手。哎呀，朝中有不少人将你视为眼中钉，但朕对你寄予厚望。方士要管，但千万不可操之过急。你现在暂以巡查为主，待你坐稳这个位置，再行举措。臣愿为马前卒。
郎君，前面就是聚贤巷了，可要下去巡查一番。来，诸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永安城独一无二的传世神饼——煎饼果子，看一看喽！来，诸位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今日沈家煎饼果子拍卖大会正式开始。一张饼5钱起拍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什么是5钱起拍啊？起拍是何意？5钱起拍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这张饼的起始价格为5钱。那有其他想要的客官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公开叫价加码，出价最高者得。最高者得，你这不是讹人吗？这5钱不少了，还加价！走了走了！诸位，稍安勿躁。你们可知我爸那个男阿姨，我阿姨，他是何许人也呀？我告诉你们，他就是穿越古今的美食大手，五湖四海只此一人，纵横出海，称霸并肩的第一人是也。有这么神奇吗？当然就是这么神奇的。而且你们看看，这道美食叫做煎饼果子，你们之前可曾听闻过呀？确实未曾听闻。那是因为我阿爷当年啊环游世界，去过一个传奇之地，名叫天津。那真是一个极其繁华的大港口啊！天津是哪地方？没听说过。要去天津，那是要经历9981难的呀。想当年，我阿爷带着我阿娘、我妹还有我的女儿，那真的是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。别说，这有点意思。迎来之处，送走风霞。送走晚霞，踏平坎坷，然后就来到了天津。他们突发奇想，他们把煎饼和他们当地人最爱吃的果子，哇，酥脆可口，他们巧妙地融合为了一体。于是乎，历史上最伟大的美食——煎饼果子诞生了。好厉害呀！好，这个好。煎饼果子还真是个新奇玩意儿啊！闻着真香啊！我出5钱，哪个尝尝？不好意思啊，客官，刚才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我们家的这个煎饼啊是加价拍卖的，加价5钱起拍，而且呢，我们的这位沈大厨一天就只能做出来5张饼，1个时辰最多只能做1张，所以2位客官都想尝尝这张饼的话，那就需要加价。这加价，他不要我要。别，来，我没说我不要。这样排队啊！6钱。好，6钱。我没已经6钱了啊！出8钱了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了？出10钱了，10钱，还有1钱。这家做买卖竟融了些江湖手段，也就是欺负这些百姓出门时，不知外头根本没有什么叫天津的港。 11钱还有12钱，12钱呀！我出12钱。祖宗今天上任回家，我在这儿一定能碰到他。姑姑，我们在这儿摆摊是为了等祖宗来吗？对呀，我们就在他家门口做好吃的，吸引他的注意，做他这笔生意，教他这个兄弟，然后让他把我们请回家里。那姑姑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我们这个祖宗不爱吃煎饼果子怎么办啊？咱家往上数3代都爱吃煎饼果子，这口味都写基因里了，祖宗不可能不喜欢。哎，你这干什么？这位郎君，有些问题想请教。哎，不是，面糊是面做的，20钱可买1斗；葱2钱1兜；胡麻和盐稍贵些，但也费不了多少。这煎饼何须12钱1张？你有毛病吧你？你是不是捣乱你啊？唉，哄抬市价，若是告到世上，可就不是件小事了。威胁我？你以为我是吓大了吗？什么世数？
放下！你抓我干什么呀？祖什么呀？祠堂的画像。祠堂画像。既如此，你看，那某就不客气。要这么多钱，真是无良商贩。就是，镇定点，正常。我祖宗啊！林少爷，我祖宗！林少爷，请留步。林少爷。不好意思啊，林少爷，我们刚才不是故意的，我们这就是小本生意，只不过是想多挣些钱罢了。少爷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次机会啊？我叫沈建设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啊！3生有幸啊！你正常点，冷静。大娘，认得出在下？刚才其实还没认出来。但是再看2眼，少爷人中龙凤，见之忘俗，这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？人中龙凤啊，人中龙凤啊，活的！哇塞！别，少爷，我错。知道错了就好。某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恢复正常市价，绝不再犯，否则，某这就去市署定你们的罪。少爷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？这几位适才只是与各位开了个玩笑，这些煎饼均1钱1张。1钱？说得对。哎，祖宗，怎么回事？在这儿见到祖宗了！我的妈呀！别急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都有鞋掉了。别着急，都有。哥哥。抱歉大人，让呀！我这没买呢，别走啊，娘子！少爷娘子，我没买呢。小心！林少爷恕罪，这位郎君也恕罪，对不住。啊。娘子是何人？拜见林少爷，民女沈韶光，家中在聚贤巷摆摊，听闻少尹上任，担心一路上没吃好，特来为少尹做煎饼果子，送饼上门。你这都送饼上脸了，你都。对不住。你就是沈韶光。某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供出首物，恢复正常市价，绝不再犯。说出主谋。主谋？我知道，我妹妹沈韶光，全是他出的主意。他说搞一个竞拍，然后大家大赚一笔。少尹知道我这么快就出名了，烙饼西施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，下次不要再哄抬价码，否则当处吃血。什么哄抬价码？自己做了什么，心里不清楚吗？哎，林少爷，我站住！哥哥。所以你就这么在祖宗面前把你自己亲妹妹给卖了？谁卖你了？他不是那谁吗？他。我说我们家人怎么可能不爱吃煎饼果子呢？那感情他一开始就对我没好印象啊！沈公才，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！阿季，我说你有埋怨我的功夫，哎，真的，你不如想想办法，怎么接近祖宗，怎么能溜进云水院？我没想。哎，那个
有没有钱啊？我买点别的吃。吃啥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是吧？爸妈管驿站借厨房在干活呢，你起来去帮忙。行，我等会儿就去。现在？哎呀，马上我就去。起来！哎呀，起来！起来你！怪我计划还不帮忙，省公财！哎呀，我说我不去了吗你？真是。开局不利，但咱家往上数3代都是煎饼果子的爱好者。哎，我就不信了，我每天去祖宗面前晃悠，还能不吸引他注意力？给。最新研制出的口味煎饼果子嘞，咸口甜口都有，1钱1个的煎饼果子。坚持住，祖宗总会来的。拿好。最新研制出的五彩煎饼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机会不是天天有。好香的五彩煎饼啊！五彩煎饼啊！哥哥好厉害！这个煎饼我要了。啊，好，我要了。别！夜尽将至，速速归家。马上收摊。来了，煎饼果子，新鲜出炉的煎饼果子，好吃实惠，价格不贵。我7万，煎饼不喊我一声呢？我给你们把车去了啊！好吃不贵。Defeat， 我们的祖宗还不是世界上最讨厌吃煎饼果子的人了。哎，张侍郎，请留步。下官御史台新任侍御史裴斐，奉命为林少尹造册，但下官不曾在吏部见到少尹的文书，不知张侍郎能否行个方便呢？怎么会没给你呢？哦，估计是太忙了。裴郎君，再等等吧。张侍郎，某为陛下分忧，无暇顾及一份文书。裴御史如此纠缠，张侍郎，哎呦，是林少爷。荀某可是有事？某新官上任，若是御史台上无造册，恐影响考评。侍郎若公务繁忙，某可亲去吏部领取文书，送交裴御史。哎呀，底下的人也是忙昏了头，这点小事哪能劳烦少尹？明日一早，某立即派人将少尹的文书送往御史台。有了。下官谢过林少尹。听闻裴御史住得远，早起上朝，可曾用过早饭？啊？我找吏部3回，张侍郎能推4回。适才少尹邀我同乘马车，又请我来府里用饭，这旁人看了，定以为我们是相熟的。以后想要为难我，那定要先想一想才是。少尹的良苦用心，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。某也是一个人背井离乡，感同身受罢了。裴御史不必放在心上。郎君，裴御史。哎。有劳了。裴御史，请。哎。少尹喜欢吃清淡的啊？谈不上喜欢，只觉没必要在吃食上费心，饱腹足矣。裴御史若吃不惯，我遣人去买。不，我吃得惯，吃得惯。我是乡里长大的，我吃这些再习惯不过了。少尹今日帮了我大忙，又请我吃饭，我该回请他。不必如此客气。不，一定要请他。你总不能连顿饭都不肯赏光吧？
所幸，云水院是阿爷当年以别人的名义买下的，抄家的单子上都未曾录入，我才能辗转将其买下。17年前，阿郎任京兆尹，最后却因御官案下狱。当时的御史台可是群起而攻之，崔氏背上骂名，少不了他们一份功劳。郎君何必与那裴匪虚与委蛇啊？彼时裴御史还在家中守孝，未曾负荆任职，此事与他何干？那若论属相，郎君应是属押字的，怎么会不计较？郎君是想日后清查御史台的时候，留着那裴匪还有用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要谨慎。阿爷习惯把存书、手札都放在书房，或许能从中找到线索。外面的人都交代过了吧？郎君放心，就算是一只老鼠，我都不可能把它放进来。这暗门是阿爷秘密打造的，云水院荒废多年，倒也无人发觉。这锁是什么技巧啊？这是阿郎当年所制？是阿爷从前捡到的，说像是西域来的，只有他和阿娘知道如何打开。他们从不许我进这戏耍，总是锁着此处。如此说来，郎君也不知如何开这锁呀？应该不难。这也没锁眼儿啊。很好，有趣。姑姑，你好厉害呀！这种办法你都能想出来，还不是被祖宗逼的？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能躲过霸王餐的诱惑。郎君，咱还真就被一个小小的西域锁就给难倒了。别急，总能打开它的。这是何物？你不是说连只老鼠都不会放进来吗？我这就去找他们去。回来。沈家，之前摆摊卖煎饼那一家人，不就姓沈？哦，还真是啊。若真是他们做的，这家人写的字、叠的东西、经营的法子、言谈的方式，都有些古怪，倒像是想引起我的注意。莫不是已经有人察觉了郎君的秘密？
我花了4个小时，怎么会有人连霸王餐都不感兴趣？姑姑，我们要不要放弃呀？再想想办法吧。老天啊，你给我一个奇迹吧！你告诉我怎么能跟祖宗打上交道啊？我这怎么请少爷吃饭呀？这也都太贵了，我那点月俸哪儿够啊？凡持此传单者，可于民福驿站弟子1号房免费试吃。裴御史要带某去何处吃饭？少尹刚到京，想必对永安还不甚了解。正所谓，天下美食在永安，永安佳肴在聚贤。我们要去吃饭的地方，正是聚贤那儿一个快要开张的小馆，在开业之前，提供免费试吃。免费试吃？是。你可是收到了那中奖的单子？少尹也知道。我本来还担心我囊中羞涩，请少尹吃饭竟是免费试吃，恐令人不快。看少尹神色，莫不是你也留存了那单子？也想着哪天过去免费试吃？如此正好，我们这便去免费试吃。这都快宵禁了，老祖宗不可能来了。哎洋洋，去床，我跟爷爷说一声，别热了，你这菜都热多少回了？哎，赶紧咱们吃了得了。哎呀，姑姑，大吉精神啦！奶奶说过，叹气是会让福气溜走的。好啦，福气回来啦。免费试吃的是这儿吧？林少爷，快前进！为了裴郎君，为了少尹，先干此杯！来，一起啊！来，一起，我们先干了啊！哎呀，哎，少爷怎么没喝呀？这少尹啊，你这个就有点这是吧？哎呀，林少爷。这之前哄抬物价确实是我们不对，喝了这一杯以后就不跟我们计较了，好不好？抱歉，某不饮酒。少爷，我跟你说句真心话，某是什么呀？就是某的意思。这个时代喜欢这样说，比较装嘛。此为何物啊？你说你这没劲。这个叫做龙虾，是我们家待客的最高礼遇啊！尝尝啊！只不过呢，这儿呢买不到这种食材，所以说我们只能用馒头代替了。怎么样，少爷，您老人家尝尝？哎，对，尝尝，快过来尝尝。龙虾，来，对，哎，少爷尝尝，好吃。你这不吃又不喝，这不行，你得喝呀。就是。某不饮酒。不能再饮了，马上要宵禁了，宵禁不能出方，再晚了我就回不去了。那就更没事了，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喝，喝多了住这儿嘛。对啊，积极嘛，大家，对不对？一宿就完了嘛。少尹呐，这一杯你要给我个面子，哪有当官的不喝酒的，是不是？对呀，不喝这酒，那就说明什么？没原谅我们呗。没原谅。某并非此意，那就把酒喝了，就一杯。看来诸位是非要劝某这杯酒了。怎么是？那我先喝，
你看少爷这都喝了。哎呦，好，这酒量，一起，来，一起。裴将军，来一块。少爷啊，我跟你说，有一就有二，咱们再来一个。某不胜酒力，你胜酒力，甘愿一赔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来，来。哎呀！林少爷，少爷，终于摸到真人了。干什么？这是祖宗。哎，我和阿七已经打听过了，云水院后院入夜交班的时候啊，有一段空档是没有护院的。只要咱们能找到钥匙，避开萧劲的巡逻，咱们就有机会趁着他酒醒之前溜进去。快搜啊！一会儿酒醒了，快点，轻点。哎呦，慢点。没事，继续。哪都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们俩行不行啊？哎呀，我来，你来。这个年代，一家之主身上带不带钥匙啊？不会要灌他那个跟班才对啊？会不会挂脖子藏衣服里了？娘子要对某做事。住手！这不是玩真的吧？祖宗挑的那些东西，他不会用来对付我们的吧？对，他不能真的要对付我们吧？爷爷说了，林燕入赘给我们家先祖沈娘子之前，冷血无情的很。公菜哥，公菜，你醒醒！怎么了？这么不惊吓，那就从他开始吧。是。公菜，不要！公菜，别动！爸爸，兜了这么大一圈，不就是想把某灌醉？这样吧，某先杀一个，警醒你们，这样你们就该愿意交代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了吧？不行！祖宗，你先好，放我们一马，别杀我们，更别杀我，好不好？祖宗，谁是你祖宗？祖宗，我错了，我们错了，哎，求你了！你们到底什么目的？我们错了！少爷，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！千万不要啊！我们没什么目的啊，我们。少爷，我数3下。别！3，别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 2，少爷，1。先生，你是我的未婚夫。阿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可是祖宗。你爷爷讲祖宗故事的时候，说他入赘咱家之前还有过婚约。他倒是没说，但我妈爱看那些言情小说里不都这么写吗？那种冷酷霸总必有一个神秘未婚妻，这是标配啊！我承认我有毒的成分。完了，这全完了。先别急，看祖宗这表情，阿姐别是蒙对了吧？你说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可有证据？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青阳崔澈。
这林少隐啊，原名崔彻，青阳县人。8岁的时候，他的爸爸犯了死罪，崔家全都被灭族了，只有他侥幸被人救下，改名更籍，活了下来。说下去。崔家获罪族灭，林少隐是改了姓名，换了户籍，才得平安。可与我曾定下姻亲的人家，并不姓氏。我们是指腹未婚，崔家出事时，少隐不过8岁，记错我家姓氏也不奇怪啊。可怜你少时便失了家人，许多事都记不真切了吧？但请少隐把心放到肚子里，我们生意人呢，最是好歹，而且咱们未婚夫妻一场，也算亲戚啊。既是未婚，如何算亲戚？那你别管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你的事我们绝不会向外透露任何一个字。你自己想想，我们是姻亲啊，那害了你，我们不也得连坐吗？是。来，先前少隐问我们有何目的，确实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少隐能够做主，让我们住进云水院。诸位是想借着某进云水院落脚？啊，那说一声便是，何必这么大费周章？那少隐的意思就是说，绝无可能。其实我也想到过这个答案。堂堂京兆少隐吃了别人的霸王餐，却不允许别人吃他的霸王餐。既然如此，为了有个容身之所，我只能用非常法了。裴郎君，你起来为我评评理啊！林少隐他始乱终弃啊！裴郎君，你为我说说话呀！林少隐他手段发财，他生老婆呀！郎君。找死吧！你碰我嘴巴了！我们现在不仅有了夫妻之名，还有了肌肤之亲，你必须对我负责。你要是不让我们住进云水院，我就上大街上哭你始乱终弃。我数到3，1、2、3。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林少隐他……我答应了。林少隐大恩大德，不与我这奸商一般计较，我实在感激。你是君子，最终承诺，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反悔的。我也向你保证，我绝不会向其他人吐露我知道的一切。我们的关系，这世上不会有第3个人，不会有第8个人知道。大事当前，这家人实在蹊跷，且带他们回去，盘清底细。哎呦，这个云水院跟现代的沈氏故居是不大一样啊。是不一样。我们真的能免费住在这儿了吗？就怕这少隐他不要钱，他要命啊！哎，你别瞎说，吓着洋洋。来了。少隐，诸位暂居于云水院，旁人总会非议。虽则崔家与沈家定过亲，但毕竟男未婚，女未嫁，实不知有何名分可同屋而居。不是少隐，你不会又反悔了吧？这我们一家子行李都搬过来了。不会吧？我这还得扛回去啊！哎呀，某只是担心，若连个合适的名分也无，届时同僚察觉，谈何某私德有亏，某与沈娘子该如何自处？
少爷啊，我在一本书中看过，亲戚之间救急，未婚男女也可同住的。更何况我们有这么多长辈在呢。少尹呢就对外说，沈家与林家是表亲，沈家遭难，长辈携家投靠。对呀，对，亲戚，这都是亲戚。哎，也好，勉强抵一阵吧。哎呦，谢少爷，谢少爷。这家伙明明就是故意引导我们提出以表亲名义相处，还让我们觉得给他添麻烦了理亏。不愧是老祖宗，也有奸商的基因。少尹勉为其难的收容我们呢，我们也是明白事理的。自古以来最年轻的京兆少尹，那可不能有我这样的乡下来的未婚妻哈。称表亲是再好不过了，规矩我懂，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。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。就是我知道你不想跟我成婚。沈娘子还真不似寻常小娘子，失了婚，却不见悲戚之色。没有啊，哎呀，我只是强颜欢笑罢了。悲戚，特悲戚。对，挺难过的。戏院都收拾出来了，诸位就暂且落脚吧。哎，谢谢少爷，谢谢少爷。刘璋，诸位，紧吧。哎呀，好。去跳房间了，也没人管我了，这就走。姑姑快走！哎，走慢点啊，待会儿帮我拿一下啊。沈娘子，林少爷，二位祖宗在上，后人冒犯，还请原谅。沈祖宗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出此下策的，谁知道就蒙中了呢？是啊，要是不这么说，林祖宗就把我们给杀了，实在是迫于无奈呀。但主要都是阿吉说的，他二主谋啊。你这孩子，二位祖宗，我们是真不知道，这位林祖宗入赘之前，他还有过婚约呀。这个事儿吧，最后还得是你们二位在地底下理论理论。又怎么了？你这是重点吗？忏悔都忏不明白呢。二位啊，我们会尽快找到回去的办法，结束这荒唐的一切。多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见谅。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祖宗，对不起。哎，阿吉啊，你说你撒这么大个谎，会不会产生那种就蝴蝶效应啊？就因为改变了过去，它从而影响未来呀？那麻烦了，那不就没咱们了吗？是啊，那也没办法呀。不这么说的话，哪还有未来啊？现在就直接被砍没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快！是不是？外边好像有人。果然啊，果然什么？He stared at us as expected. 什么意思？我就听懂个黑。屁。郎君，这家人呐，他们也不曾睡，聚在一处是嘀嘀咕咕的，也听不真切他们说的是什么。郎君打算接下来怎么对付他们呀？他们想方设法进云水院，自然不会安静待着，等他们先动。刘长，
父母确实曾为我定下一门婚事，但是我依稀记得，那家人姓郑，不是姓沈。你可有意见？虽然我打小就进了崔家，但一直都是在外院干些杂活，没听说过这些。你瞧瞧，我刚教会他坐四难车，就整日在院中做这些。阿姨、阿娘、阿爷，我会做这个了。让我瞧瞧。嚯，这做的这么精致啊！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这个四难车啊，在战时可做货运之用，但它能造出来也未必都是好事。咱们崔家战时要做良将，保家卫国，但还是盼着日日都如今日般天下太平。我们只用做好忠臣，守护一方百姓。好，我不说了，你娘跟你说。阿彻，其实今日阿爷阿娘为你定了一门亲事，你以后长大了可要好好待人家小娘子啊。为何要定亲事？娶妻有何用？他又不能给我造四难车。阿彻啊，因为阿爷阿娘不能陪你一辈子呀，所以也希望你能有自己的家人。你不是一直都想做大丈夫吗？大丈夫就要像你阿爷一样，对得住亲友妻儿，也无愧于天地百姓。查仔细了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阿娘，小郎君，冷静，冷静。我的腿好像断了，走不了了。仔细搜，一个活口都不能留下。小郎君，你要不还是丢下我吧。我只是个外院伺候的，崔家人却一直待我很好，总不能因为我让崔家最后一个人折在这里。闭嘴，刘畅！往里面再找找。你想把人都引过来吗？还没到绝路，来，我背你。阿彻，你阿爷绝不会做那样的事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查明一切，还崔家清白。不过过去这么多年，郎君你的样貌已与少时大不相同。那这家人他们是怎么认出来的呀？这几日，你先好好盯着他们，我也找机会探一探他们的底。为了让祖宗放松警惕，进而在云水院找到回家的办法，接下来我们全家就装作攀上新贵的穷亲戚，麻痹林燕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你跟我去那有个洗手间，就是那茅房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茅房。你有病啊，沈公才！大早上我跟你去看茅房，你肯定都没用过那种。你过来，你看看，我跟你说特别漂亮，你肯定见都没见过。来，你看，就这儿，这么干净，这手指还熏香。就是，而且你看这马桶底下，它还铺了一层层的细末，人家这细节做的，他不会溅。感受一下，一块。哎呀，这比现代化的设施好啊！我敢保证，我坐在这儿不会脚麻。连好马桶都没用过。你看看这多大的院子，这得花多少钱呀？不愧是咱们家少爷。那是。你看那还有水榭呢，这比咱们乡下的房子可好多了。就是。哎呀，好，咱这儿装寒酸都装了3圈，我腿都酸了。你就是缺乏运动，要不然咱给他们演一个相亲相爱，
就，差不多行了。你推我干什么？小点声，人看着呢。就是要让他们看见呀，就是看见，轻点疼。哇！老大，姑姑说这个牙粉里面放了生姜还有黄芪，是保护牙齿的。我还真是。哎呀，牙刷的毛好像用的是马鬃毛啊！驿站的卖艺的不是说只有做丝竹才能用马鬃毛，都怪咱们之前啊太穷了。用这个刷牙，多吃糖也不怕了。我要刷3次。那太没出息了啊！至少我做。谢谢。哎呦，少爷来了！快起来！少爷，少爷，你看我们在这儿待半天了，府上这厨子做菜是不是慢呢？到现在这主菜还没上。已经上齐了。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郎君呀，素来不喜在吃食上耗费心神。哦，诸位要是不惯的话，可自行离开呀。不，刘长，手里。哎，对，其实本来就是我们叨扰了少爷，其实都行啊，客随主便，客随主便。客随主便，伯父当真随和。譬如，今日晚辈并未向伯父伯母问安，换作寻常长辈，怕是早就遣人来问。不会，请安。晚辈礼数不周，现下补上，问伯父伯母安，恭请伯父伯母用膳。别，少爷别。哎呦，别！哎呦，还来！少爷，不是这不行，这不行。伯父伯母，这不合理啊！不，没事。不，少爷啊，我们必须得这样，要不然，这我们该折寿了。对呀，不合适。伯父伯母是如何想的？怎会向在下一个晚辈躬身？啊，这，少爷见谅。堂京兆少爷向我阿姨阿娘行礼，他们受不起的。我们都是白身，还白吃白喝白住，怎么好意思再受少爷的礼啊？对呀，是啊，要行礼也应该是我们给少爷行礼啊。这是在家里，我只是晚辈，不是少爷，诸位不必与我讲究这些。哎呦，少爷太好了，咱今后啊这些礼数咱都不讲究了啊，咱吃饭吧。吃饭。哎，少爷坐。哎，坐。哎，少爷坐。哎呀，少爷别见怪，我们是从乡下来的，散漫惯了，吃饭是不大规矩。是。沈家与崔家定亲之后，似乎未曾往来。又试探我们，崔家的事也没说全，但听祖宗没啥口音，肯定是小时候就来了永安才能练出来的。这不是崔家后来就进京了吗？和老家人往来自然就少了。哦，那沈娘子可知道，崔家进京之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我们家资质低微，配不上少尹家。我们猜测过几年多半是要退亲的，便不便打扰。后来就听说崔家出事了，也没敢打听具体情况。要不是线下实在困难，也实在不想来麻烦少尹的。所以，崔家进京之后，两家再无往来，你们也并不知晓崔家的情况。对。如今某也改了姓名，那诸位是如何找到某的？少尹，你忘了吗？就是那日呀，少尹进京上任巡查聚贤巷，碰巧遇到我们摆摊卖煎饼，我们就认出来了呀。是啊，虽然多年未见，但毕竟是亲家嘛。我这一看，这不是未来女婿吗？是，我也认出来了，我太激动了，是坦呢。某还要去上朝，诸位慢用。少尹慢走。慢走，少爷。爸爸，你怎么不站起来啊？腿麻了，动不了。同志们辛苦了，一大早起来，假装没见过世面，四处闲逛，实际上却在勘探云水院的地形，潜伏工作完成得很优秀。我真觉得茅房不错啊。我们要秉持着大胆分析、小心求证的风格，尝试在云水院中找到穿越回现代的法门。说得好，下面呢，我也斗胆发表一下建设性发言。要想弄清楚事实的真相，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穿越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据阿基同志反映，他是为了追一个男的，走到了这个回廊，通过回廊之后，来到了后门，打开了后门，就穿过去了。如果我们原路再走一回，是不是就能穿回去？有道理。咱们穿越前待在一块儿的地方是祠堂，那是不是得回去那儿？哎呀，去过了。这个祠堂啊，就是现在这个小书房改的。我跟你爸早上去这附近转悠过，这个地方有专门的人看着，想要进去可不容易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怎么还都不说话了呢？沈建设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建设性发言。我觉得啊，这个祠堂啊，它老有人看着。如果我们一大家子过去吧，很容易被发现。如果咱们能够派一个人去，这样目标小，很有可能就能突破封锁。
什么意思啊？我？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去。公平起见，要不投票？来投票吧。行。妈，他们又在搞小动作，他们在贿赂作弊。同意沈韶光去的，请举手。你看，3票，就你了。又是我，妈。阿健，这确实得你去。咱们家就你最聪明，脑子最灵活。你看看你爸和你哥，哪个能指望得上？不，是不是？阿健，行吗？哎，都下去吧。是。糟了，郎君，我这突然想到了，这沈家人通过您的样貌认出来了，那这不就说明往后朝堂上还会有人觉察此事吗？进京这么久，难为你终于想到了。不必忧惧这些，我既回来了，就没打算将身份瞒到最后。我在文书中查到，这密文是火熏国使用的数字，对应的就是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。这竟然是数字啊！这是刻痕，寻到正确的数字对应刻痕就能开锁。9个数字，8个空页，一共是1000万种可能。1000万种可能，那就是根本没可能推得出吧？郎君，这1000万种可能可有点……安静。郎君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我刘长就算此生不吃不喝，不娶妻，不生女儿，我也要把这1000万种可能一一试过，以报郎君。安静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阿郎曾经教过郎君听音开锁呀。女儿保住了。我看我需要学的是如何治牙药。1、2、3、4、5、2、3、4、5。这没人，我这运气，看守都擅离职守了。有人来了。之前祖宗的画像就在这里面。难怪100个剧都这么拍，原来古代的机关真是这样的。这个锁是这里，那能送我们回去的时空隧道，会不会就在里面？88888。
怎么没回去呢？但这就是那把锁呀，他是跟我们一起过来的，那猜测应该没错。这座祖宅就是连接过去未来的时空隧道，那我们一定能通过这里回家。少爷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不小心迷路了，不小心就走到了书房，又不小心来到了这个房间，不小心打开了这把锁，就进来了。不小心？这锁上是火熏国的数字，寻常人根本不认识。沈娘子有这等好本事，怎会是个不小心之人？我不知道你说的火熏国数字是什么，但是我就是认识这几个数字。我们以前是做生意开饭馆的，懂得不多，但是数字是最熟的。你看啊，8888888888，全是发，就是发财赚钱的好寓意。这个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太好猜了。郎君，就这么让他给跑不了。若非多方配合，当年的旧案绝无可能做得滴水不漏。崔家覆灭，与崔家有姻亲的沈家，又怎得保全？难道说，他们压根儿就是冒名顶替的？与郎君真正有婚约的，另有其人。亦或是，与我有婚约的正是他们，但他们为求庇护，投靠了什么人？那他们许是旁人的暗中。怪不得，此女子竟然识得火熏国数字，我都不识。他们或许在西域受过训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要不要把他们抓回来，严刑拷打？狼环阁门上那把锁，确认是咱们穿越过来时沈氏故居后门上那把锁。那包的，那这把稳了啊！你现在东西都出现了，那雨水院绝对就是时空隧道啊，绝对的。不过现在林少爷已经多少对咱们有点怀疑了，我觉得这有点麻烦吧。不过他一个有编制的，应该也不能直接对咱们下脏手，应该还有缓冲时间。有道理，趁祖宗没反应过来，咱们赶紧溜之大吉。我觉得要不这样啊，咱们再把当天的那些细节再好好回忆一下。去沈氏故居那天还发生了什么？就比方说咱们摸过啥，说过啥，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。也许咱们把当日的情形再复刻一遍，说不定就成了呢。哎，奶奶，我在穿越的时候没有写作业，是不是我永远都不写作业就能穿越回去啊？你这，奶奶看你就是不想写作业，是不是？刘长，天行念2年春，时得萧五郎。五郎才智都随身，故效此举，承此札记。这是阿爷的手记。对了，公才，你那天穿越的时候，我记得你穿了个人字拖，你没有剪指甲。可是那天你尝试穿越的时候，你没有穿人字拖，你还是没有剪指甲。可拉倒吧爸，这是跟他有关系吗？你人字拖脚指甲，这有那么大能量吗？还左右穿越的事儿？那个我再想想啊，我从我自身上找找原因啊。
你干什么你？我想起来了，咱们当时不是在祠堂吗？啊，咱们不是一起祭拜了祖宗的画像，想要寻求保佑吗？对对对，那咱们这次会不会是再去祭拜一次真人就能回去了呢？等等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如果咱们这次能够祭拜真人，再把这次活动搞得更加隆重、更加庄严，那咱们就一定能穿回去。有道理。天行念3年，撤，身量少长。天行念6年，是阿爷出世那一年。他早在3月26就已经发现有人在卖官，手甚至已经伸到了兵部。阿爷发现有人操纵兵部人调，所以才会在5月把我和阿娘送回庆阳老家。他预感到自己查下去会出事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全家人。谁知幕后主使把一切都栽在他头上。阿爷身死狱中，庆阳翠氏一族昭家。这份手札，即便呈堂也是无用。若想翻案，就必须找到更多证据。好像没回去。什么情况？咱回去了吗？啊，不知道吧？阿七，你说这是你们在做什么？我操！别怕，别怕，洋洋。沈娘子，请。少爷，昨晚的事真是个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
昨夜，你们一家人潜入某的房间，意图谋害。没有，绝对不是，少爷误会了。误会？我们潜入少爷的房间，是为了给少爷祈福。祈福？祖父曾告诉我们一条法门：洗手焚香，供奉圣品，挥洒花瓣，向心中万分敬仰之人3鞠躬，就能为对方祈福。我们在少爷家蹭吃蹭住，实在过意不去，便举办了这场法会。是仪式，保佑少爷福星高照，长命百岁。其实，沈娘子并非是与某有婚约的那个人，对吧？那只密文锁根本就不是靠猜能猜中解法的。沈娘子怎会知道密文是什么？不如坦白一点，你们到底在图谋些什么？说出来，也许某还可以帮你。少爷一定要这样欺负我吗？我就是在青阳，崔家小郎君是何等的正直端方，绝不会对落难亲友袖手旁观。我知少爷不易，就因情帮不上你，可还是想奢求一份情谊。可是少爷却想推翻我的身份，彻底撇下责任。原是我们不配，我们会自行离开。某在下，我并非此意，你别哭啊！看来这泪洒当场的戏码，在古代也是通用的。如果少爷想让我走，我一定会带家人离开，只要你一句话。我并非此意，只是儿时与沈家如何，我记不真切了，有许多事情要同你确认。我明白，少爷历经坎坷，难以信任他人。没关系，少爷以后有想问的尽管问，日久见人心，少爷一定会知道我们为人的。我少爷要说什么？这么快就有问题要问了？我是想问你，你想吃煎茶吗？啊，都不吃啊？哎，我说，这鞠躬祈福这种话他也能写，还真把咱们给放出来了。要我说，还得是咱们祖宗，血缘关系隔代亲，他打断了骨头连着筋，是吧？他根本就没信。那他为什么把咱们放出来了？对呀。如果少爷想让我走，我一定会带家人离开，只要你一句话。我并非此意，只是
儿时与沈家如何，我记不真切了。有许多事情要同你确认。反正他没信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吃呢？就是。自从我们来到永安之后，犯的错误太多了，我们得好好总结一下，错误都在谁。对不起妈，我错了，我有责任。拜祖宗这事儿呢，确实是我提的，但我觉得这事儿他不能全都赖我吧。你要我说，我觉得这责任最大的，那就是阿基。怎么就赖上我了？怎么不赖你？撒一个谎，你用100个谎去圆，是你倒反天罡说你是祖宗的未婚妻，是不是？没话说了吧？而且追究根源，我觉得更赖他。你说，要不是你拉着我们拍那个短视频，我们能来这儿吗？我现在还在家睡大头觉，我能来永安吗？这一点我是同意的。这跟我拍视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写的那个短视频的那个脚本，讲的不就是说我们一家子人穿越回古代给老祖宗做菜吃吗？对啊，做的那个叫什么？泉水羊肉。泉水羊肉。啊，姑姑写的脚本不就是穿越吗？哎，阿姐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那个脚本还写了什么？姑姑脚本里写了，我们一家人意外穿越到了古代，然后遇到了冷酷无情的大魔王祖宗，最后在月圆之夜用一碗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他，然后就回到了现代。仔细想想，目前的剧情好像真的跟我脚本写的大差不差哎。那这个事儿不就简单了吗？咱们就按照阿季的脚本继续演下去。月圆之夜做一盆泉水羊肉给祖宗吃啊，咱不就能回去了吗？哎，可是祖宗现在对咱们的怀疑越来越重了，咱们得想办法稳住他，不然等不到月圆，我们就被嘎了。这还怎么稳呢？难不成真让你突破底线和亲去啊？别瞎说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瞎说，等我们全都走了，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。哎，家人们，那人嘛，一顿饭一顿饭喂下去，那感情就容易吃出来了。这祖宗天天吃的，跟牢饭似的。那咱给他做点好的，他吃高兴了，不就好说话了？郎君若不亲自确认当年崔氏案的卷宗，是不会安心的。照理来说，我应该跟你一起去，可是大理寺守备森严，我不敢去，那就只能叮嘱郎君万事小心。甚好。哎，郎君，没我保护，你可千万得小心啊！大晚上腌个肉而已，我怎么跟做贼似的呢？少爷，少爷晚上好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认得出我？电视剧果然撑不起我，果然真相信戴个口罩就是伪装了。少爷身形优越，举止高雅，无出其右，我当然认得出啊。深夜你鬼鬼祟祟的，要做甚？少爷这话说的，你看看你自己。我就说晚上喝粥吃馒头没吃饱，我想去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啥，结果啥都没有了。少爷夜行是有要事吧？放心放心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他这是在威胁我。你们从哪里来？在云水院有何目的？我都已经知道了。
祖宗怎么可能知道我是从新种花家来的？带我去见他们。带你去见他们？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回去啊？不行不行，这会乱套的！哎，我带你回去，带你回去。这么轻易就答应带我去见他背后的人，是怕死，还是另有图谋？我有病啊！我答应带一个古人回现代，我疯了！你那边的人是什么说法？我那边的人，不会是说我那些破亲戚吧？不对啊，他怎么啥都知道啊？但祖宗这么凶残，谁敢问？说，那边的人对我到底作何打算？他们对你能有什么打算？他们看到你都得吓死了。而且我们也想找到回去的办法呀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把握。答应带你回去，也只是说尽力而为。况且，就算带你回去，他们也不一定会见你的。他们连我们都不见，半年都给我们去了10几回了。我们家混得愈发稀巴烂，根本不受他们待见。所以，那边的人是放弃你们了。那留你们还有何用？你骂的也太狠了！选中你们，安排到此处，总该有缘由吧？这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安排啊！少爷，你放心，如果我们找到了办法，一定带你回去，好吗？他怎么会要跟我们回家呢？哎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呀？他前段时间还以为咱们是他的冒牌亲戚呢，他怎么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？啊，我也很惊讶，我也希望是我误会了。您别说，真不愧是咱们的祖宗，神通广大，什么都知道。不是吧？这多一个人回去，这多一张嘴吃饭呢。你说咱们回去啥也没有，这养自己都费劲，怎么养得起他呀？那毕竟是咱们的祖宗啊！你说祖宗都开口了，咱们做后代的什么都不做，不合适。你倒是挺孝顺，等回去以后，咱们那饭馆都快倒闭了，你自己都吃不上饭了，你还有心思孝敬人家呢？你要想孝敬也行，毕竟是你们家祖宗嘛，你自己想办法养活他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咱们先穿回去，然后呢，看能不能穿回来。如果真能穿回来，那咱就接祖宗。大概率咱是穿不回来的，因为这个穿梭它不可逆向，到时候咱穿不回来，就接不了祖宗，接不了祖宗，那祖宗也没法找咱们理论，是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怪不到咱头上呢。你们说呢？沈家背后的人都放弃他们了，却还是把他们派到这儿，那就说明他说不通呢。哎，郎君，要不干脆对沈家动个思想，拷问一下，什么不就水落石出了吗？先前吓唬他们也就罢了，真的动私刑并不合适，这里不是地方。他京畿做任何事情都要慎之又慎，拷问容易，收场却难。哎，郎君，你看啊，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？他们派这5个蠢材来，是为了麻痹你。你的意思是，跟聪明人交手，大致能猜到对方的下一步；可对手是一群笨蛋，就根本无法预测对方的行动，反而能出奇制胜。对。哼，我发现你最近越发通透了。郎君也这么觉得？唉，我本想留着他们顺藤摸瓜，如今看来，他们只是一部废弃，留不得了。昨夜未能在大理寺找到崔氏案卷宗，我今晚再去一次。到时，你负责处理沈家人。
将一切埋葬在这儿吧。埋？不是这种事儿，你交给我呀。我也不想害人呐，可是我得保护我们家郎君啊！我得好好保护他。阿哥，哎呀，你醒醒！你是……我这有点下不去手啊！再往上点儿，再往上点儿，再往上点儿啊！哎呦！血了！流血了！这都是骗人的！根本就打不晕啊！爸！什么人？这厮违反宵禁，追！公菜，你醒醒！公菜，什么情况？林燕，你别出声！求见少爷，我贼人向云学院方向来了，我得要进去查看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还有脸问？求见少爷。叶行被发现了吗？少爷，做什么？我有办法救你，但你记住，这次你欠我的。抱歉啊，诸位，今夜是妾在外夜行，违反了宵禁。娘子，方才那个夜行人，我瞧着仿佛是个男子。夜这么深，郎君怕是看错了，那就是妾。妾是少尹的表妹，今夜少尹肚饿，少尹妈素来金贵的，妾只好出门，想是不是能撞上鬼事。抱歉啊，给诸位添麻烦了。娘子难道不知，违反宵禁是重罪？知道，但是少尹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。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说错了，我刚来永安不久，知不大道。少尹啊，给各位添麻烦了。暗例夜巡，还遇上这桩事。表妹是因在下之故才会夜行，并非有意违令。她曾在乡间度日，夜禁本就不严，刚来永安也是不惯。况且她一个小娘子，亦未能做出什么大事。就按律，以前相熟，承诺往后再不犯戒，可好？少尹都这么说了，那有劳，有劳。永安若没有诸位，恐不能如此安泰。
跟我家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害你，你为何要杀了我们？你方才替我掩护，不过是你自己也怕身份暴露。堂堂京兆少爷半夜鬼鬼祟祟出行，你的秘密用脚想都更严重吧？但我们是真的拿你当家人看的，我们还答应要带你回去，你知道这事有多难吗？这事儿当然难了，你们这批探子早已被背后的人彻底放弃，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带我回去。什么探子？你以为我们是别人送到你身边的探子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有病啊！来，你现在让那群官兵回来验验，看我们是个啥？我跟我家人唯一的盘算就是能有个地方住，然后找到回老家的办法。你昨天说要跟我们一起回去，我们还想着真的千难万难也要带你试试。结果你怀疑我们是探子，哪个探子会答应带你回老巢啊？你说。那你之前说你不知为何被安排来此，是何意？谁安排你来的？什么安排？林少爷，有没有可能我说的是不知道老天为何要这样安排？我们不想流落永安，结果却来了。我不知道老天为何要这样安排人。那你为何能轻易打开那火寻国数字的密文锁？火寻国数字，少爷，呼汉通商什么技术方法我们都得学点儿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那锁就是我碰巧打开的，8888谐音发，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很难吗？拜托你下次有什么不知道的当场就问，别事后编出一套什么狗屁火寻国探子的故事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姑娘，不是，还没熟。少爷，我麻烦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这兄长被人下药迷晕了，还能就地打鼾。我爸、我阿爷就会跟在我阿娘身后，我娘、我几岁大的侄女，我们谁看起来能跟你作对啊？刘长，哎，醒醒！刘长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啊，不是你那天，你两眼一眯，你看见远方，你处理掉沈家人，把一切都埋葬在这儿吧，你跟我说的呀。我的意思是把这个事情埋葬，不是把这家人埋葬。你找个地方把他们看管起来不就好了？看管？我看明明是软禁吧。林燕，你知道我们今晚在做什么吗？我们给你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，想感谢你。为了这顿饭，我昨晚还去厨房腌肉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倒好，你良心被狗吃了你！沈娘子，你闭嘴！哎，好嘞。是我误会了我们家郎君的意思，给诸位赔不是了。有你们这样误会的吗？你这一误会，差点把我们一家子活埋了。哼，是在下误会诸位了。你们不肯援诱是应当的，只是在下终归要说抱歉。郎君，各位别怪我们郎君，都是我的错，要罚要打要骂，我都忍。对不住伯父，哎呀，对不住伯母，哎呀呀呀，对不住哎呀呀呀，对不住沈娘子。行了，别搞这套啊！少爷，行，可以了，少爷。哎，行，可以了。我知道。哎呀，行了，先起来。看来你们俩啊是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，那这件事儿就接过吧。不过林少爷，我们确实是有求于你，想借着你和我们家的关系在这暂住一段时间。我们绝对没有其他意图，也希望少爷不要再这样猜忌我们了。实在对不住。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！算了。
来，少爷，少爷，坐，坐，不合适，听我的。来，坐呀，少爷。吃，洋洋，来。饿了半天了都。刘长，吃啊！这次好好吃。吃啊！好吃。多吃点吧，少爷，补脑子。哎。多谢沈娘子。少爷，我来洗。沈兄，本就是我有错在先，这点小事理应代劳。不是，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。再说你还是我租给我们房子的人嘛，这不合适。不用，真我来，这不合适。不行，这不行。别谦让了，就让我兄长洗吧。麻烦少爷跟我来一下。啊，你去吧，我来。天，你帮我刷碗，我还不想折寿呢。这是青阳的小吃米豆腐，工序复杂，刚刚做好。知道少颖这些年很不容易，一定很怀念家乡的味道，就特意给你做了这道小吃。你差点把我们活埋了，我们还对你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很感动啊？你要是很感动，你下次就别干这种缺德事儿了。抱歉。哎，你今晚夜行干嘛去了？有些事还是少知道为好。懂。只有青阳人才知道如何做米豆腐。不一定，互联网人也知道。你们说想回家去，是想回青阳？哎，其实我们老家也不在青阳，是后来去青阳认识了你阿姨阿娘，反正就是很辗转，哪儿都混不下去，最后又来了永安。不过我们还是很想回自己真正的家的。别担心，总有一天会有办法的。不说了，你快吃吧，放久了就不好吃了。米豆腐多是做咸口的，但是我爱吃甜口，所以给你做了甜的。从前，我娘也喜欢做甜口的，10多年了，我都快记不起她的味道了。你这样说，我都要心软不生你气了。今日之事，确确实实是我错了，望你们宽宥。他和沈娘子认识之前，性格冷血，狠辣无情。这也没有爷爷说的那么狠。什么？
我说你一个少爷还愿意认错，还愿意改，很难得。其实看你这样，我家里人早就不生气了。那你呢？那你呢？你相信沈家人了吗？赢了！我告诉你啊，要是安然在啊，此局出仆，我不会赢得那么轻松，太无聊了。这都是阿爷第几次提起林燕了？我看，他才是阿爷的亲儿子。阿爷为他取名为燕，取名字都从了我们兄弟的偏旁，改名，让他认祖归宗算了。要是他真是我亲儿子，那还倒好了。你给安然送的信呢？阿爷下令，安敢不从？信估计这会儿就到了。郎君，郎君，这是赵王殿下从素水城写来的。那殿下不是说，自打郎君进京之后，得圣人亲眼，自当避嫌，理应减少这书信往来吗？恐怕是有什么要紧事吧。赵王殿下是要我设法接近福惠长公主，探听朝中动向。福惠长公主，就是那个驸马坠崖昏迷10余年，爱好广收禁臣的那个长公主啊。是啊，不过赵王殿下为何忽然在意起朝中动向？殿下素来心系百姓，或许他就是想在意在意呢。哎，对了，昨夜我潜入大理寺，查看了当年崔家旧案的卷宗，证据做得很实。幕后主使若非在朝中根基深厚，做不到这般。那咱们不就有大麻烦了吗？郎君，我观你像是对殿下一直有所保留，就连咱们翻案这事儿，你都从未向他提及过。事到如今，郎君就不想向殿下求助一下吗？当年你我从崔家出逃，流落在外，是殿下施以援手，我们才活了下来。殿下对你我都有恩，我不想有朝一日牵连到殿下。阿爷手札中提到的萧五郎，恐怕就是长公主家的那位。长公主在朝中人脉广博，又是萧五郎之妻，接近她，定会有新线索。啊，对了，这沈家人呢，他们嫌弃咱们家厨房做菜太素，吃不惯，非要自己下厨。我说那哪行啊？他们一家子那么古怪，我再让他们进厨房啊，万一哪天在咱们饭菜里头下毒啊！沈娘子说的对，他们的确蠢笨，无论如何也不至于选他们做探子。何况到如今，只有我伤他们，他们确实未曾有半点对不住我。那我还用盯着他们吗？不用，他们的米豆腐做得很正。往后厨房就随他们用吧，你也去多采买些食材回来。哦。哇，好香啊！人肥瘦相间的小羊羔，小火慢炖足足1个时辰，汤清肉烂，香气四溢，这绝对称得上是一盆完美的泉水羊肉。
完美是肯定没有那么完美了。为啥？但是我可以证明啊，这绝对是你们老爸能做得出来最好吃的泉水羊肉了。想要更好吃，绝对不可能了。哎呀，老婆你能不能偶尔也夸我一句？行了行了，快你们尝尝尝尝，都尝尝都尝尝。完美的完美的，老爸最棒。真的吗？来，奶奶给你加一个啊。来。所以我们只要在月圆的时候，用这盆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祖先，我们就可以回到现在啦。大概率是这样，没错。但离月圆之夜还有好几天，要不我们趁着最后的时间搞钱怎么样？好。我来的时候，我的金首饰还有泱泱的长命锁，不是都带过来了吗？那我们在这赚的钱换成金子，也能带回去了。绝对可以。这样，那咱们明天继续做煎饼果。耶！今日下朝，礼部的人说起，福惠长公主今年仍要举办七夕诗会，宴请世子名流。若能借着诗会与长公主交友，倒不会显得刻意。是啊，我听闻长公主宴请一向随心，往年还请了那桂香酒楼的柳家，对商贾人家没有成见，可为什么偏偏就是不往咱们京兆府发帖子呢？阿爷不在后，连这几任京兆尹都做不长久，更无心与各处往来，想来与长公主府也就疏远了。哎，要不我直接替郎君去求一份得了。自行求帖，就显得有攀附之心了，也过于惹眼。结交贵妻是越自然越好。我再想想法子。煮茶的炉子呢？嗨，昨天大半夜的，沈家人管府上借了不少东西，说是比他们先前摆摊用的都好。郎君昨日不也交代过，书房以后就任他们取用。我一想，我就给他们了。我为崔家翻案，前途未卜。就算对外只说沈家是表亲，若有一日，也还是会牵连到他们。郎君的意思是，早日解除婚约，把他们送出永安。沈娘子对婚约倒并不执着，他们来云水院投奔，只是想让家人暂时有个容身之地。也说了，他们其实很想回老家去。那这不正好吗？当年崔家出事，沈家肯定也受到了牵连。沈娘子不提，我不能装作不知。即便要让他们走，我也该尽一份责任，保障他们往后的生活。那要不就给他们一笔钱？那反倒像是要赶他们走了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他们做生意不易，就多帮衬着。刘成，你辛苦你看着些，他们若需要什么，就都拨给他们。明白。已经全拿走了。煎茶用的平秤、炉子并炭火，还有盐，全借走了。还真客气。哎，鬼子啊，你说祖宗这东西它就是好，你看这炭火也不冒烟，哎，它还不熏人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永安城独一无二的煎饼果子，1钱1张。本朝独一家的煎饼果子重新上市啦，包君不后悔的。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看一看呀，这就没有了。哎，您看一看。不要。我就纳了闷儿，就这么短时间，他们就把我这煎饼果子给吃腻了。哎，你煎饼果子上，真香呢！这里面有鸡蛋芝麻，果然是人间美味。爸，我知道，我看见了。他们那煎饼果子从哪儿来的？煎饼果子，聚贤巷特供啊，1钱3张，难得一尝啊！甜口咸口都有啊，都有。那边也卖煎饼果子，走。慢走啊，客官。1钱2张，任君挑选。这你的，这个吧。那好，哎，各位客官，咱们先1钱3张，1钱3张。对，1钱3张，物美价廉啊，1钱3张啊，物美价廉。1钱3张。
家的煎饼果子吗？这家伙是你的。哎，他这么大的94，抄咱们的，他要不要脸？怎么好意思？各位，哎，别急。为了赚钱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他抄了咱们的了，价格又比咱们低，那要不然咱们也降价。那云来进货肯定比咱们便宜啊，搞价格战没优势。那没优势你。这些就是云来94抄袭咱们做的煎饼果子，我把所有口味都买回来了，咱们尝尝看到底怎么样。来，洋洋。哎呀，这鱼排好好吃。这味确实不错，这里面放有。其实仔细尝尝，味道也一般嘛，比咱们家还是略逊一筹。哎呀，不过这煎饼果子啊，本身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只要用点心，很快就能学了去。谁说这煎饼果子没技术含量？少爷，哎呦，少爷，这是全饼宴啊。哎，少爷，快，你坐，你坐。少爷，你试试看。好。刘郎君，哎，来，你也尝一块。多谢伯母。不客气。这煎饼外边蛋皮软嫩，里头那个像馓子的东西却很脆生，好吃的紧呐。少爷，你觉得如何？好吃。可是今日出摊卖的不好。不是，这些煎饼果都是云来94做的，他是抄我们的，也没人管。少爷呀，这事儿你得替我们做主啊！是啊，青藤大老爷，不是就没有一条法律可以约束他们的吗？没事没事，少爷，我们应付得过来。再说了，这做生意要赚钱，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的。我们没事没事啊。其实这煎饼也不过如此。刘长，你说是吧？细细一品呢，这煎饼它还是沈娘子你们家那煎饼有嚼劲，有回味。刘长叔叔，你在骗人对不对？刘长叔叔，不用安慰我们。云来开始跟风，想必过不了多久，满具贤相都会有样学样，市场很快就会饱和，还是要尽快改换赛道。何为市场，又何为赛道？都是一些我们自创的词，这简单来说就是换个东西卖。想抄呀，可以，只要跟得上我们。沈家羊肉串特卖会今日正式开始！正式开始！当扑啷当当，当扑啷当当，当扑啷当当。
啊，家人们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？羊肉串。这羊肉串外酥里嫩，混合着豆蔻与胡椒的鲜香，加上盐与孜然的调味，层次分明，回味无穷，让人吃了根本停不下来，一口接着一口啊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真热闹！来，走走走，过去看看。哎，羊肉串真的这么好吃吗？我也尝尝。别走啊！哎呀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从小到大，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串啊！真的这么好吃啊！王掌柜，那家又开始卖烤肉串了，他们家又弄了些新花样，把人都引走了。平时这么一大把羊肉串，怎么也得30-40钱吧？今天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，打下来啦！今日只要在直售摊购买，我们就不要40钱，不要30钱，不要20钱，20真便宜啊！只要10钱就能有这么一大把的羊肉串。好，史无前例，10钱这么多。哎，是不是还不够？我们买1把送1把。是不是还不够？我再送你们1把！哎，闺女，不能再送了，再送咱们就亏了。哎，再送就亏了，闺女，不能再送了。不行，客人如家人，我一定要让家人们享受到最实惠的价格。哎，今日。只限今日，在直售摊就能享受到10钱3大把羊肉串，家人们是不是很心动？想入手的家人们，给我把沈家羊肉串好吃喊在公路上！沈家羊肉串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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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3、2、1，上羊肉串！早就说要请你吃饭，结果那日光顾着喝酒了，饭也没吃好。我还喝多了，喝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正好今日我们退朝早，安然兄又要去西市巡查，顺道给你补上。安然兄，少隐御史，咱们这么互相叫着呀，显得不亲。叫你阿燕呢，又不合适。安然，我叫你安然正好。我行12，以后你喊我12郎便是。裴御史，我们似乎还没不公干的时候，你就叫我12郎。12郎，不必如此客气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咱们不必客气。先前免费试吃的那个沈家呀，听说现在在卖那个烤羊的那个肉串哦，3大把只要10钱，这我还是请得起的。咱这就去尝一尝。但我有一点挺纳闷的，这个羊肉如此金贵，你看我的俸禄不高，品阶不够，每年发俸禄啊，我1只羊也分不着。这个沈家的羊肉，为何竟能卖得如此便宜呢？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啊。想抄啊，可以，只要跟得上我们。还请少隐再借我们样东西。什么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少隐上任，朝廷发的补给里应该有羊吧？安然兄1年可分几只羊啊？哦，够吃了。那就是起码有4、5只羊吧？
别急啊，别急。好，我到了。新鲜的羊串，新鲜的羊串。哎呀，终于到了！你说咱祖宗的福利待遇就是好啊，能发这么多羊呢。我跟你说，这多亏了祖宗。走的时候别忘了准备好吃的，犒劳犒劳人家。没错。哎，别挤啊，别挤，往后啊，都有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排队，哎。摊子不大，胆子倒是不小，竟敢跟我们原来对着干。别着急啊，每个人都有啊。哎，你排好队啊！别急，散了啊！散了，走了啊！都散开。家的，像是出事了，先看看。我们云来的客人都是身份尊贵，在我们云来用餐主要讲究一个敬字。哎，看看你们这些摊子，吵得我们这些客人食不下咽，成何体统啊！搬走！哎，别动！不行，干什么这是？不行！不让你们动！哎，洋洋，你给我走开！别碰我女儿！洋洋，放下！你干什么？看你们谁敢动我们家人！妈，看你们谁敢动我们家人！没事吧？谁敢？没事。干什么？小心你！哎呦，动刀了！洋洋没事吧？我老婆我都不敢动，你们哪个敢动？想死啊！这位郎君，官司令里可有哪条说了云来酒肆外不能摆摊？怎么？你是不肯搬？明眼人一瞧便知，我们不曾妨碍任何店家。你若要强拆我们摊子，我们恐怕得通知武侯来。哼，小娘子敢在我云来的地界叫武侯，你可曾想过武侯来了该怎么判你啊？啊！希望届时小娘子在那大牢之中，也可像今日这般伶牙俐齿。大牢？怎么就大牢了？聚贤巷商贾中，竟有这等英豪，能一句话断人牢狱。哪儿来的野犬乱吠啊！我们云来在聚贤巷是太久没立威了，怎么着？什么人都敢来管我们的闲事啊？谁呀？谁？我看看谁？哟，此人何人呢？新上任的少爷。林少爷。可瞧清楚，是什么东西在管闲事？林少爷，冯某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你还不跪下？好大的胆子！不是我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叫少爷什么野犬啊？你想死啊你？哎，少爷，方才啊，是底下人不懂规矩乱说话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了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误会了少爷。今日啊，是这个沈家的摊位啊，阻塞了方士，严重的妨碍了我们聚贤巷的这个食肆的经营啊。冯某好意上前劝阻，没想到沈氏一家啊态度强硬，还辱骂我们。你这不血口喷人吗你？胡说八道啊！这是掌柜误会了一点啊，某不是才来的。从你一开始带人过来，某就在看着。多谢冯掌柜。裴御史，某刚到京兆府不久，当巡查方士，肃清不正之风。今日多亏了冯掌柜体恤某为官不易，特来恃强凌弱，为某增添一桩功绩。某定为少尹好好记上这一笔。城强扶弱，除恶务尽。有劳裴御史。误会？我天大的误会！刚刚冯某所说都是些玩笑话，实则是冯某看沈氏一家他摆摊辛苦，所以冯某便带了些人手过来，想着他们需要帮忙啊，缺少人手。你还跪着干什么？帮忙啊！起来帮忙！谢谢少爷。帮！多谢少爷啊！多谢。干什么？这手拿开！谁让你帮忙？我也帮忙，我也帮忙。锄强扶弱，仗义直言，安然兄不愧是吾辈楷模呀！再给我来一把！你
沈家这个摊子人太多了，要不我们换一下吧？都听12郎的。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未来女婿。伯母，未来女婿。呸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少爷，我这跑得太急了，我这脑子一下子没转过弯来，我喊岔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少爷，不好意思。别急。刚才多谢你帮了我们，然后这是阿季，不，这是我们家韶光刚烤的羊肉串，你快拿着，还热乎着呢。这不合适。快，少爷拿着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哦，少爷朋友还在呢，那我就不打扰了啊。不过少爷，这没有你，我们家这生意也做不成。该你的那份营收，我们得给你啊。我去卖羊肉的那块问了一下市价，又加了1成，也不多。少爷别嫌弃啊，拿着，来。不行，少爷，你必须得拿着，咱们都说好了，快收下，趁热吃啊，趁热吃。刘成，好，过去。女婿？什么女婿啊？12郎听错了。我的耳朵呀，打小便能听见3丈以内的任何声响。以前在乡间，10里8村的所有传闻都能入我耳内，我绝不可能听错。他就是喊你女婿了。我与沈家相识，父母曾为我与沈娘子定亲，此事还请12郎替我保密。指腹为婚呐？那沈家是商贩呐，如此人家，你与之结亲，传出去会影响仕途的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传出去的啊。啊，这倒是没什么。没什么？这怎么能是没什么呢？你与之结亲会累积子孙的，指腹为婚，那就是不曾纳征了，那是做不得数的。你警醒着点啊，你莫被这家人给缠上了。12郎，他们不是那样的人，也请不要妄下定论。你呀，他们家人就是用这种吃食想要笼络你。哎呀，这闻起来还挺香的啊，带我来品尝品尝。我对于品鉴美食佳肴还是颇有心得的，乡村野夫的一般吃食是打发不了我的。美味啊，真是美味，简直是人间绝味。与此相比啊，以往品鉴的那些美味佳肴，根本都不值一提了。真想不到啊，这个沈娘子啊，竟能做出如此的美味来。此女子真是人间少有啊，难得呀，难得。其实商贩人家也没什么的嘛。安师兄，我突然觉得，你若是与沈娘子结亲，还是应该早日送她离开。嗯？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哦，都给你吃，这些都给你吃。哎呀，安然呐，我是请你吃饭呐，这使不得呀，这。老娘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啊！哎呀，你说这永安有多好，随便就卖点这羊肉串，就挣这么多钱啊！古代人他有品位，他知道欣赏我的厨艺，搞得我
不想回去了。哎呀，沈建设，你那是仗着现代人的信息差，做了这边人没有吃过的东西。你要是真有本事呢，咱们家那小饭馆也不至于被你给开垮啊。那羊肉串也是我一串一串啊？你说什么？来，大点声。我说你说的对。古代钱虽然好赚，但根本没处花呀。安不了 WiFi， 那不能上网，不能追剧，没有辣椒，没有空调，用水得自己打，上厕所还得自己倒。是，你说就这破地方，噗，游戏打不了，电视剧看不了。要我说呀，咱们还是噗，带着金子回到现代，美美的躺平，这是正事儿，是吧？哦，哥哥，你哪天没有躺平啊？怎么这么？你妹妹说的对，你真得向我好好学学。我真的是出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长得又帅，完美的身材，一副一家之主的样子啊！哎，你才挣几个子儿啊？你这就已经开始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姓沈。其实我也喜欢古代，我们轻轻松松就能赚来这么大一桶钱，而且我还不用上学，不用读书，还不用写作业。哎，奶奶可跟你说，咱们要回去了，你那作业都得补上，知不知道？别学你爸。我小时候可都是按时交作业了。咱们再接再厉，趁现在还能挣的时候，咱们一定要多赚点，这样回去以后生活也会更好。不是妈，我这每天晚上穿羊肉串，穿的都冒火星子，你看我这手，一股羊膻味儿。我也穿了呀，我还烤呢。羊肉串要切肉，花时间腌制，再一串串的串起来，确实费时费力哈。那咱们要想多赚，还是得卖那些能批量生产、单价又高的东西啊。这啥啊？这几天有的客人说肉串吃多了噎得慌，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做点饮料搭配着一起卖？哎，有道理。这什么香料啊？这么香！行了，你的肉串。多谢啊。哥，你今天不能偷懒啊！爸妈去采买了，只能靠你了啊！知道了，我有那么不靠谱吗？对我的误解很深吗？好。诸位，有被辜负过吗？啊？有体验过一片真心零落成泥的滋味吗？是炎炎夏日都觉得内心发寒的程度。今日，我们沈家小饭馆研制了快乐之水，这招牌之一啊，便是名为“暴打负心人之绿饮”。暴打负心汉绿饮，哎，解渴解压，可随身外带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大家可以现场体验暴打负心人之感。诸位这边请看。诸位，这就是我们制作暴打负心汉绿饮的过程。这个时候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让它释放出来，把内心多年的痛苦通通的爆发出来。想想你们心中的那个他。不要控制自己，要爆发，暴打天下负心人，暴打负心人，暴打天下负心人，暴打负心人，暴打天下负心人，暴打负心人，暴打天下负心人，暴打天下负心人。哥，做生意呢，别真想到跟人跑的钱，嫂子哈。诸位，失礼了，诸位请看。好清香的感觉呀！一爻往事如烟散，二爻前程似锦来，三爻富贵长安宁。哎，请开鸿运，开鸿运了！哇，好清新啊！这个什么滋味啊？哎呦，还有冰块啊！冰块啊！是冰块啊！啊！这冰
冰块消暑可多好啊！诸位，我替大家尝一尝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此生从未喝过如此美味的茶饮，实在是太好喝了，太好喝了！好啊，我要1份羊肉串，我还有1份这个。好，帮我打没问题。绿饮一杯。其他绿饮瞧着也不错，给我来一个这个。哎，我要一个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都有这个啊，一个一个来，排队排队等等。我就来这个，就这个。哎呀，前2次说要请安然兄吃饭，都没吃好，这反而又让你请吃饭，真是过意不去啊！啊，这是何物啊？啊，这是沈家人特制的茶饮，名为乌梅。名为乌梅。刘成。啊，此茶饮名为乌梅波波万事如意圆。没错，乌梅波波万事如意圆，万事如意圆，好名字。怎么就我说不出口呢？好喝。这名字是沈娘子起的吧？这沈娘子真是玲珑心思啊！安然兄，你好福气啊！听说12郎最近想要预支俸禄，是遇到事儿了？哎呀，张侍郎这个人，他都把我给推回来了，你又把这个事儿说出去，这个人真是的。若是有难处，不妨同我说说。哎呀，没什么的。我当12郎是朋友，朋友之间有难处，怎么还瞒着？其实啊，是长公主啊办了个七夕诗会，把帖子送到御史台了。诗会有何为难的？这寻常的宴会啊，倒也没什么，但这长公主的七夕诗会啊，堪称永安的名宴，我是真想去见见世面的。可无奈，我没有一身好点的衣裳，于是我就想赊匹券，无奈张侍郎不同意，那就不去了嘛。还就这事儿？我替12郎做一身衣裳不就是了？真的？真的。算了，不了。京兆府本来就事务繁杂，你们的俸禄挣的也不容易。算了。那不如你借我一身如何呀？好，任君挑选。多谢安然兄了。你说，请你吃饭没请上，只有借了你一身衣裳。这诗会安然兄也去吧。唉，12郎也知道这京兆府是个烂摊子，这些年与长公主府疏于交集，某又新官上任，哪好意思去要帖子？这怎么行啊？安然兄，你放心，御史台要张帖子还不容易吗？这事包在我身上了。长公主嫌之前的厨子没有新意，正在到处寻觅有心意的良厨承办诗会。这有心意的良厨，你这儿不就有合适的人选吗？2位久等啊，这就送给2位了。谢谢。抱歉诸位，实在是没东西了。这样，大家明日请早，好不好？各位暮鼓时分了，我们该收摊了。各位明日再来哈。抱歉啊，抱歉。今天生意也太好了吧！真是没想到第一天生意这么好。钱都干哪了？真厉害，关泱泱。那么一大桶功课做完就金榜题明红，觅得如意郎君超嗲小娘子，暴打负心汉绿野，乌梅波波万事如意圆。泱泱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姑姑这人，她缺德就缺在这儿，她就是想古人嘴里念这些词儿，这简直是礼崩乐坏。爸爸，你还会成语了？礼崩乐坏是什么？我怎么不会哦？就崩坏嘛，就崩坏。崩坏。这茶饮瞧着新奇，可否备下几桶，明日送去军中啊？哎呀，群爷，
没问题。一会儿啊，我们若要送去军中，请恕不敢从命。哎，你这为何？将军说的军中是指的羽林军吧？禁军守卫天子，责任重大，饮食采办呢自有定例。寻常人家怎么敢送茶饮去军中呢？这茶饮罢了，也不敢送。到底是小女子主事啊，缺了胆色。将军，这茶饮煮在我们锅里，还是煮在军营的锅里，不都一样吗？那何不让公厨的人煮呢？你是想卖我方子？我们不会在永安久留，这方子也就没有藏私的必要。不卖茶饮是担心自身负不起责任，但我愿受茶方。禁军守护太平，应当尝到永安最新最好的茶。哎呀，方才还说小娘子没有胆色，倒是我看走眼了。将军谬赞，您稍等。将军稍等一下。哎，敢想敢干，若他一直留在永安，混成一代巨贾，也指日可待。郎君其实很欣赏单娘子的嘛。胡说什么？将军，方子。多谢。走。哇！发财了！哇好！财不外露。没事，这么多呢，你怕什么？哎，姑姑，少尹来了。哎呀！哦，少尹，刘郎君。哎，还有饮料吗？给人弄点。啊，不用，我来是有事与沈娘子商量。啊，这样，这还有2杯密德如意郎君超嗲小娘子，请少尹和刘郎君尝一尝。多谢，多谢。啊，行，你们聊着。洋洋，来。哦。哎，这个超嗲小娘子总有一日能觅得如意郎君，好喝吗？好喝。不是叫觅得如意郎君超嗲小娘子吗？改名字了？没改，少尹念的对的。你故意的。我阿兄说这名字太礼崩乐坏，我本来没觉得，林少尹你念了，我才觉得是。别笑了，阿基。原来逗别人玩是挺有趣的。少尹来是有什么事儿要商量？福会长公主正寻人承办今年的七夕诗会。我便托了御史台的朋友去说相，你们可愿意一试？什么？让我们承办长公主的七夕诗会？啊？我可不同意啊！你可千万别揽这活儿。咱们家摆摊赚点钱得了，办这种贵族宴会，这一个弄不好可是要杀头的。阿季啊，你妈说的对呀，就算咱们把这个宴会做好了，树大招风，太惹眼了。这回去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，稳妥一点。有道理。那算了吧，散会。走吧，散。来。哦，对了，祖宗说了，承办宴会的报酬呢是1块金砖。你这么说，其实这东西吧，我想起来了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富贵险中求。对，这事儿也不是不能试试。你妈说的又对了呀！啊，你说咱们在现代的时候办过多少次大型宴会？对啊，出什么岔子了？没有啊。你说这古代的宴会能出什么事儿？是啊，哎，咱们在现代办过宴会吗？怎么没办过呀？你看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说贡在结婚的时候啊，在咱们家那个1楼小饭馆办的婚礼？怎么又提这种黑历史啊？爸爸，你和妈妈的婚礼是在小饭馆里办的呀？对啊。我听我的好朋友说，他们爸爸妈妈的婚礼都是在漂亮又豪华的大酒店里办的。他们那是中看不中用。再说，你大爷的事儿你不懂，洋洋，你不懂。
那大家都考虑好了？既然都想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开始准备吧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七夕节要做花糕，既然要来点新鲜的，那就用乳酪做个奶酪馒头吧。沈公菜可真行啊，一天了不见人。哼，这谁写的水平还不如我呢？哈哈。沈公菜，沈公菜，你给我起来！别装死！怎么了？我忙活到现在，爸妈带着洋洋出去采买一天了，你在这给我等。哎呀呀！起来！头疼。心脏疼，真的，想吐，难受，真难受。懒死你得了！还浪费粮食，哎呀，我是真难受啊！想让我干活，门都没有。这沈公菜种地不出苗，懒死你算了。沈公菜，你还知道懒？摄影，在你眼中，沈兄的头是有多铁啊？啊，也不会真打上啊。哎，怎么能让你干这种活啊？你可是少爷。毕竟这些是要给长公主殿下准备的，我还做了保，得亲自上手才放心。怎么了？笑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。不，别，哎。我是笑，少爷你人真的很好，你明明就是想帮忙嘛，怕我有负担，还要找个借口。想多了。哎，等，少爷，你这衣服肯定不便宜吧？你别弄脏了。衣服倒无所谓。哎，给我的你怎么办？别乱动，你系不来。这是我阿娘自己做的，叫袖套。还有我身上这个围裙也是她做的，她手可巧了。好了，你呀，没事儿，少爷天生豪杰，英雄气概，骑着区区少女粉，能掩盖的？七夕花糕，
还没有上长公主的桌台，先给少颖尝尝吧，便宜你了。那看来我气运不错。嗯。哎。哎呀。啊。好吃。这时候七夕多是备一些瓜果，也有糕点，但毕竟乞巧嘛，肯定还是花巧漂亮的糕点比瓜果梨桃合适些，所以做了这款七夕花糕。这般用心是因为七夕吗？是因为长公主听着就有好处。我可不喜欢七夕。牛郎对织女见色起意，私藏起她的衣衫，以爱为名，诓她留在人间生儿育女，哪来什么爱情传说？根本一开始就没有给织女选择的自由。你说的有理。不过，编写故事的多数是儿郎，着意掠取也好，无心施为也罢，大多都不会思虑你说的这些。谢谢啊。我觉得这味道还挺好的，而且还便宜，再打包一份。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最开始写牛郎织女故事的一定不是女孩子，否则牛郎偷了织女的衣服，还绑她在人间，织女怎么可能还会爱上他？想一想都知道是被迫的。那牛郎也是因为喜欢织女才这么做的。那是喜欢的前提是尊重啊，他至少要尊重对方有不喜欢他的自由啊。哎，又死了，怎么成这么难？不是你就看个剧而已，烦不烦？这剧啥样跟你有关系吗？吃饭。不愧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京兆少爷。格局。格局是何意？就是说少尹为人大气，心胸开阔，不像有些人即使考了编，但本质不行。还得是我们家基因好啊。什么考了编、基因，这些又是何意？都是一些我生造的词儿。那个考编，考通靠。有的人善于编故事，靠这个谋生。基因。基本上因为我们家好，你跟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你也很好。哦，骗子啊！我看沈娘子才是考了编，满口胡言乱语。考不上，真的考不上。十二郎这是身上长虱子了？你借我的这身衣服啊，太风雅了，衬出我这裴氏子孙的风姿来了。此去啊，我那些族兄弟要见到了，估计都认不出我来了。周郎君真是好才情，人靠衣，上马靠鞍。十二郎瞧着，也确实成些体统了，是吧？哎。你这是好话吗？三郎，我有旨酒，嘉宾试宴已熬。我有旨酒，以宴乐嘉宾之心。今日诗会，恐怕只有某一介白参，不想某一介商贾竟有幸受邀。说笑了。你可是柳峰柳家三郎啊！三郎的桂香酒楼讲究一个雅字，唯有能出千古绝句者，方能在你家酒楼的影壁上题诗。
三郎是长公主专程去请的，你若是不来，倒让这宴会失色不少。是，三郎请。这就是书里写的曲水流觞啊！真好看。沈娘子稍等，烦请替某煎一碗茶。少爷，我不太会煎茶。我知道，坐。十二郎，如今讲究格律，乐府肆意洒脱，别有一番风味，你觉得呢？喜欢乐府啊，安仁兄内里竟是不喜拘束、自在洒脱的。但某以为诗300才最佳。是，有桃夭、关雎几篇，十二郎怕是想不喜欢都难。安仁说笑了。传长公主的话，沈家承办宴席辛苦，若喜听诗论道，还请留下一同宴饮。多谢殿下，有劳娘子。有劳了，长公主殿下，请各位也一同入席，品鉴佳肴。不，哇，没想到长公主这么通人性，请咱们也去啊！你看看你用的这个词儿，这个没文化劲儿的。凤霞，这长公主这么有人性，咱不妨去看看。你这又说的是什么话？哎呀，这既然长公主来请了，也不能不给人家面子呀。啊，那是啊。阿季我是肯定放心的，就是你们俩，我觉得没问题啊。你们可一定要记住了啊，这是长公主府，规矩森严，而且今天来的可都是有身份的。对，一定要低调仔细。一定要低调仔细，你听见没有？我肯定也是没问题的呀。尤其是你，申公菜。一会儿一定要把那个嘴给我闭严了，要不然第一个就砍你的脑袋。第一个就砍你的脑袋。行了，你也闭嘴吧。啊，行。快收拾一下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走吧。来，谨慎仔细啊。三郎请。哎呀，真好看。长公主殿下今年未择桂香酒楼承办诗会，说是请过太多次了，想换换口味。柳郎君觉得这新请的厨子如何？是与众不同。这个里有西域葡萄酒的味道，这个则有胡椒味。我从未想过，这些竟能用在点心里。没想到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个主意啊，也就是我能想得出来。原来这是你们做的。嗨，不知殿下是从何处请了你们几位来？就是。回郎君，就是有人举荐我们家承办了这次宴席。是。是林少尹吗？听闻他举荐了在聚贤巷摆摊的沈家，长公主殿下也是十分满意。真的？
就长公主都满意了啊？是。哎呦喂！你们家做的煎饼果子、羊肉串和饮品啊，某也是尝过的，是挺有巧思。哎呀，我也一直想与你们请教美食一道。哎呀，这太客气了，请教不敢当，切磋，切磋就行。沈先生，啊，沈先生，都是兄弟，没事。来，哈。久闻少尹才名，还想请少尹来我家吃饭，不知可否赏光？少尹喜欢什么诗词？可愿到王县两家举办诗会啊？少尹可爱耍鸡居啊，马上鸡居不喜欢。那蹴鞠呢？下回一起啊。少尹，某乃七姓之中的卢氏，特请少尹赏面来家中论道。多谢啊。嗯。喝。区商贾，竟还攀附上今朝少尹了。沈郎君为何把酒倒入瓶中啊？这个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醒酒。这个葡萄酒啊，你一定要醒，就是把酒要叫醒，懂吗？这就是醒酒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郎君，不信你尝一尝，醒过的酒的滋味完全不一样。尝尝。怎么样？是涩味少了，回甘更盛了。你看看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葡萄酒，你说你爸这之前都跟他白说了。它主要是葡萄，这葡萄呢用红葡萄和白葡萄酒的这个皮。下作商妇，竟敢以袖诬某，我，你有病啊你！你怎么？区商贾市井鼠辈，也敢登大雅之堂，装模作样，附庸风雅。你说什么？郎君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市井人家，要不是长公主殿下恩准，也不敢入座，让郎君不满。但这样公然发作，是对殿下不满吗？你个贱婢，少在这搬弄是非！手！你干什么你？什么？动手！住手！林少尹来的正好，瞧瞧这帮商贾，什么东西？没事吧？长公主殿下眼看就要来了，卢小郎君确定要继续闹下去吗？卢郎君喝醉了，马上告辞。诸位，全当无事发生。原是如此。惊扰各位了，抱歉。你何错之有？已知抱怨者，何须向旁人致歉？啊，无事。谢少爷。多谢少爷。诸位快坐吧。坐，放下，坐，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是吧？坐，没事，坐。哎呦，你说这事儿闹的。他怎么就这么看不起人啊？这商人也是堂堂正正的嘛。有人想吃东西，我们就拿东西过来卖，这买卖都挺公平的啊。这看人就非得分个高低了。哎呀，行啦，行啦。都道商公游时之民，位卑而民鄙，如何能与君子比肩而立，同坐而食？郎君是跟我说话的吗？我那个听不太懂，我看都是胡说的活了。以往诗会都是由我们桂香酒楼负责，这次殿下却请了你们，某还纳闷。桂香酒楼的，但尝过你们家吃食，便心服口服了。再听沈兄的言论，更觉是个妙人。是他那句“买卖挺公平，看人却有高低”，言辞质朴，
却有大智慧。大智慧？我大智慧？拉倒！好家伙，高端的商战往往只用朴素的捧杀。不是，其实我就是觉得吧，凡事他都应该公平一点。就我们家那个煎饼摊，好多人都吃过呀，当官的吃过，干苦力的也吃过啊，吃的东西都不分3、6、9等，这人就非得分个3、6、9等了？我尊重你，你就应该尊重我，就这么点的事儿。哥，好一句我尊重你，就应该尊重我。但若真的如此，这世间岂非人皆平等，再无不平？这岂非荒谬啊！这人与人皆平是对等，不乱套了吗？父令子从，夫为妻主，男强女弱，自古如此，方成规矩。哎呀，这位兄弟，你没成婚也没孩子吧？啊，某确实未婚。那我劝你啊，你以后千万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，真的，你容易没人要。你看，就我这样的，我一点都不大男子主义，我妻子都离开我了，你还敢说这些东西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你更不好找，你孩子也烦你啊。请问沈兄，何谓大男子主义？这怎么跟你解释呢？啊，大男子主义就是说，你觉得自己是个男的，就应该做主，就像刚才这位老妪说的，父令子什么妻什么夫，就是你该说那一套，这就大男子主义。其实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呀，最重要的就是平等沟通，互相包容。我也是之后才明白的，丈夫啊，一定要尊重妻子。你要问问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用他觉得好的方式来对他好，而不是你强加给他。要不然，他一定会离开你的。长得也太好了，好一个痴情儿郎！不想这世间还有背弃者尚在反思自己的。就是沈郎君，你说的实在是太好了，真的说的太好，简直说到我的心坎上了。怎么我？沈郎君说的太对了，就是啊，沈郎君说的太对了。没有，我悬夫当如是啊，说的太好了，沈郎君。长公主到。哎呦！参见长公主。沈家大郎君见地独到，字字珠玑，有些意思啊。可惜容貌粗鄙了些，要不然招入府中为本宫近臣，倒是也别有一番滋味。殿下说的对，我阿兄不堪匹配为殿下近臣。啊，对，那个永安的女子个个都是好上天的，我怕是一个也配不上啊。你能这么说，越发显出你的好来。沈大郎还有什么独到的见解，不妨多说些呀。本宫也好命人记下来，教众郎君们学学说话。没了啊！不敢。诗会继续啊，不会是本宫来了反而放不开了吧？继续。多谢殿下。继续。继续。我长得很丑啊。这比约定的足足多了5倍。宴席办得好，应该的。殿下还赏了几匹绢丝，让刘长替你们带回去。谢少爷。沈娘子，长公主殿下有请。
嗯。拜见殿下。免礼，起来吧。你家做的餐食真的很合本宫的胃口。本宫召你来，就是想问问，你们愿不愿意来府上当厨子呀？不用改什么奴籍的，若是想走了，知会一声便是了。啊，承蒙殿下抬爱，不过民女一家都是乡野之人，散漫惯了，而且我们在永安也不会久留，恐怕伺候不好贵人。你们要走了？嗯。哎，太可惜了。要不然以你们家的厨艺，就算不是来我府上当厨子，在永安随便开家食肆，那都是大有作为的。殿下过奖了。民女一家今日在诗会上失态，殿下非但没有计较，反而加赏，民女受之有愧。七夕诗会群贤论道，况且令兄说的委实有理。要说失礼啊，也是那卢小郎君失礼。你家承办的好，我只不过是多赠了几匹绢丝，谈何有愧？少爷，我问过长公主了，殿下不过赏了几匹绢丝，剩下的想来都是少尹自己添的吧？这钱我们不能收。让你们承办诗会，也是我有私心。长公主好佳肴，你们善厨艺，又是我举荐的人，能讨她欢心，她自然会对我加以青睐。沈娘子是生意人，自然知道这份人脉比几块金砖值钱。那就多谢少尹了，以后有这种事儿还找我。我的家产都分你不少了，一时半会儿，我可才瞧不起沈娘子了。其实我今日很感激少尹，若不是少尹解围，我们区商户在长公主的宴席上顶撞贵人，可就闯下大祸了。那你还敢出头？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让人欺负我家里人吧？是，本就是旁人有错在先。你回击得很好。少尹这几日能否腾出时间？怎么了？我们想请少尹吃饭。好，那说定了。那少尹先忙，我不打扰了。那可是郎君入世以来所有的俸禄，说给就给了。虽说咱们回了京，圣人也给郎君加了俸禄，可这也才领了2月，那么些金子够他们一家人回老家花一辈子了。郎君何时对我也这么大方呀？那这样，你立刻告老还乡，我马上给你准备养老钱，如何？不用，我就老老实实的跟着郎君领月钱就行了。不过，眼下沈娘子已再无后顾之忧，郎君也可以向沈家提退婚的事儿了吧？我们终于要回去了呀，我怎么还有点舍不得呢？是啊，这永安城啊，住的都有点习惯了。我回去了肯定也会想祖宗的。来喽！哎呀，好香啊！哇！哇！
养员了。只要咱们这位祖宗被这泉水羊肉打动，咱就能回去了。来了来了！哎呦呦，快！恭迎少尹。我还以为就是寻常吃饭，竟如此丰盛，还做了这好些灯盏。有你在就特别嘛。走走，少爷快请坐。哎，坐，都坐。哎，刘长，坐，来，我一块。刘大叔叔，你快坐，快坐，刘郎君。好。哎，少爷，你快尝尝，我们特意为你做的泉水羊肉。行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吃。哎，大弟，沈娘子如今已再无后顾之忧，郎君也可以向沈家提退婚的事儿。既然各位都在，我有件事想与诸位商议。哎呀，巧了，我们也有一些事情要跟少尹讲。少尹先讲。我要说的不打紧，还是请伯父先讲。哎，不行，还是少尹先讲。还是伯父先讲。还是少尹先讲。那伯母来讲。啊？哎呀，还是我来讲吧。少尹，我们为你准备了临别礼。这是我们特意做的衣服，我们自己画的图纸请人做的，希望你永远锦袍在身。是啊，少爷，还有这些灯也是我们特意做的，希望可以照亮少爷的前程。对，少爷，我也有礼物要给你，这是我自己画的全家福，还帮你画到了 C 位。塞位，我猜就是把我塞在这个位子的意思。是说，少尹在我们家人心里永远在最重要的位置。多谢。不过，方才说这是临别礼，是这样啊，少爷。你看我们在这儿也打扰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也应该回自己的老家了，所以呢，就给你准备了一些礼物，都是我们亲手做的小物件儿，也希望少尹以后的生活能过得舒服些。我们今天还把少尹的院子啊、家里边都收拾了一下，希望少尹别介意啊。少尹啊，这段时间真的是麻烦少爷了，我们全家心存感激。这一杯，我们敬你。来，敬少爷。大家就别站着了，赶紧吃啊！来，坐。哎，坐，吃。少尹随意啊。啊。洋洋，来。啊，多谢伯父。刚才你说有事情要跟我们讲，是什么事情啊？小事而已，不说也罢。哦，那就吃菜。来，刘郎君尝尝这个。谢谢伯母。这是米豆腐的食谱，也留给你了，你收着。
我们走后你别忘了好好吃饭，不能忙于公务就每日干嚼馒头啊。姑姑，这些灯晃起来好像萤火虫啊。萤火虫是什么？啊，就是流萤。流萤。洋洋，我知道有个地方能看流萤，想不想去？想去，在哪里啊？那吃完饭带你去。好，那就麻烦少爷等会儿帮我照顾洋洋了啊。一起。可是线下要出去，不是违反宵禁了吗？从后门出去，不上朱雀大街，能避开金吾卫夜巡的。苍河流萤是永安最有名的夜景，你们马上就要离开了，这次不去，恐怕就难有机会了。来，先吃，吃饱了再说啊。好漂亮啊，这么多！沙隐叔叔，等我回去了，一看到萤火虫就一定会想起你的。什么少隐叔叔，你别乱叫啊！我爱的。哥哥，我抓到萤火虫了！洋洋，你别抓了，萤火虫关着它1天就死了，你让它自由自在的多好呀。也祝你自由自在。自由自在，还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。不瞒你说，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是大官，觉得应该把少隐供起来。可相处下来，我发现你是面冷心热。到现在，我竟然会觉得你像是朋友。可惜我只是永安城的过客，我不属于这里，所以一早就想好了不在这里交朋友的。巧了，我也是。那我们就不是朋友。相思中一壶红豆，心贴烈火冷了愁，抬眸间醉望白头。不如把未尽的红尘长哥哥，你看萤火虫，细雨和风雨都是以后，也可付愁梦，不奢望不回头。执念今朝莫逃，结果有始有终。刘郎君，哎，我有件大事，甚至可以说是终身大事，想请你呢帮帮忙。好啊，是这样，那日诗会之后，我就收到了不少永安贵女的诗信。我平时主要是以钻研甲骨文为主，对诗歌这些东西呢不是太了解所以想请你帮我解析解析。来，我就看看啊。这首呢是夸沈郎才华卓绝，那日舌战群儒啊。这首是夸你风流倜傥、潇洒英俊。
是吗？什么呀什么呀，就潇洒。这首更了不得，这小娘子，她对你芳心暗许了。啊！来，我看看。哎，给我一张。呀，这些信是不是送错地方了？哎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早知道这样的话，我在社会上我也应该整2句建设性发言，兴许我也弄点粉丝呢。哎呀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以此类推，以此类推啊！这儿还一张呢。什么才叫做厚颜知己？什么才叫做好本家人？我没想到这儿的人这么的有品味，我都有点舍不得。我要带着这些爱意离开，不管余生再惨，我要靠这些坚强的活下去。我说，人呢？你们根本就不懂我。按照我脚本写的，我们就是在一个月圆之夜，用一碗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祖先，然后沐浴月华，睡着，醒来就回到了现代。你说咱们在这儿挣的钱啊，够咱们回去用好几年的了。说实话，我都觉得这古代的钱比咱们现在好赚的太多了，我都舍不得离开永安了。是啊。虽说这儿打不了电子游戏吧，也没什么现代化的设施，可这钱好赚呐。妈，你说我这样的，我回到现代，我更不好找工作了，而且咱家饭馆现在也不行了。你看着我，他也是干不下去了呀。去，你说咱们在这儿随便做一点现代化的美食，那钱唰都来了，而且我还能有那么多粉丝，这多好啊！你们说的这些都不重要。听说明年啊，永安城要举办第1届厨神大赛，咱们要是真待到那个时候，还兴许我就能给咱家争取个名次。我要是真能拿到个名次，也有一大堆粉丝。我要是火了，我的粉丝肯定是比你多。行了，你可拉倒吧你！你几斤几两，我心里还没数吗？没完没了了你，还出神的。其实我觉得我爸说的不错，你看我爸这派头，稍微一收拾，绝对中年偶像啊，是不是爸？其实我也喜欢永安，因为有祖宗陪着我玩。哎，要不咱们干脆别回去了。我就是随口一说啊，没其他意思啊。其实也未必不可。其实也不无道理。可是姑姑对祖宗撒了弥天大谎，要是被他知道了该怎么办？时间快到了，都别胡思乱想了，咱们都认命回去啊！总归有这么多金子呢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行吧，我要带着粉丝对我的爱回去。拿着。少隐在我们家人心里永远在最重要的位置。我们走后，你别忘了好好吃饭啊，不能忙于公务就每日干嚼馒头啊。
终于回到有 WiFi 的地儿了，再找个高价回收黄金的地方。沈娘子，我怎么还在这儿？回娘子的话，昨日诸位竟醉得都在院子里睡着了。刘管事担心大家醉酒着凉，就赶紧把你们送回了各自的房间。换个角度想，你说其实从一开始啊，这回去的各种招儿就都是咱们想出来的，咱们也都试过了。那既然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回去，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了？留下来，其实也挺好的。你说我这样的在现代要啥没啥，但是在古代呢，我还真是挺受欢迎的啊。而且现在看起来祖宗的人品也不错，要不咱们就干脆真留下来，开个小饭馆，享受下现代没有的祖荫，说不定会首富当当呢。沈光菜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这些？我这不是……对啊，你妹妹说的对啊，你这种躺赢的思想那肯定是不对的，做事情它得是积极向上，对吧？但是，如果是真有什么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咱们真的回不去，那我要是参加个厨神大赛，弄个永安第一名厨，也挺好啊。永安第一名厨哎。所以你们都不想回去了？阿季，你说这些年你爸也没往家里弄回来多少钱，咱们一家人过得都挺辛苦的。如果咱们真能留在永安，最起码咱们一家人就有了物质保障了。有道理。上菜喽，少爷，团团圆圆，马上团圆。哎，用，慢用。清新团圆，甜蜜团圆，吃。大团圆，小团圆，慢用啊！终于团圆，永不分离。伯父破费了。少爷啊，待会儿你吃完饭，沈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。伯父想要什么，可以直说。哎，好，我这，其实还是让少姐跟你说吧啊。稍等啊！加油！那沈兄，你来说吧。其实我们是想，就是，算了，你还是当我梦游吧。少爷，我们有话要和你说。我们有话要跟你说。但说无妨。少爷，你饿不饿？我再去给你做点吃的。这看起来够我吃了。是。那，少爷慢用。到底是什么这么为难？
总不会是你们刚说要走，现在又说要回来继续住在云水苑吧？我猜对了。其实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状况，可能暂时先走不了了。真的很抱歉啊，少爷。你看我们这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地方去，所以就先只能暂住在你这里。当然，我们也想好了，我们最近摆摊不是赚了很多钱吗？我们打算租个铺子，正式开个14，到时候能赚更多的钱，这样也不白住少爷家，垫付租金。少爷意下如何？租住少爷家，这话要传出去，倒像是我在控诉圣人给的俸禄不够啊。拿回去。住下吧，得空的时候给某做一份米豆腐就好。放心放心，以后少爷的一日三餐都包在我们身上了。老沈、小沈。多谢少爷。知道沈家人不走，心里踏实啦？没有。还没有呢。郎君都乐得同手同脚了。我刚刚同手同脚了。你躲那么远干嘛？我不躲这么远，我等你来收拾我呀。怎么会？咱们一起从崔家出来，你是我此生最好的兄弟，我怎么会因为一个玩笑同你计较呢？不会。这么想？你还说我是你最好的兄弟？你骗子！哎，这话真没骗你，你确实是我此生最好的兄弟。海兰，从小你就用这招，我早防你。长进了。不过我也是好多年没看你这样了，这沈家人来了之后，倒是让你松快不少。不过这个婚，还是得退了吧。裴玉是没心眼儿，知道了也不往外说。可若是旁人，顺着沈家摸过来，郎君的身份可就危险了。少爷，这么晚了还未休息啊？还有公文未看。哦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这几日难以入睡。少爷先回吧，我在院中稍坐一会儿就回了。若有什么难处，好歹我还是个京兆少爷，没准能帮上你。多谢，我真的没事儿，就先回去了。
这边请啊！看多热闹！是。哎呀，哇，你看那边有好多好吃的。是啊。都说天下美食在永安，永安佳肴在聚贤。各位啊，要是想开14，来这儿就真是来对地方了。你看前面啊，就是聚贤巷最有名的2家馆子。第一家林来酒肆，全永安啊最奢华的馆子，来的都是达官贵人，无论你想吃什么山珍海味，在这儿都能尝到。你看第2家桂香酒楼。柳氏啊3代经营，如今由柳峰、柳三郎负责，那讲究的便是个雅字。文人墨客最爱来此用餐。神妙。在酒楼西侧的扇壁上，题满了如今永安最负盛名的诗人所作的词句。油香浓郁，清蒸淡雅呀。行家呀！郎君可是嗅出了2家的特色？哎，过奖。爸爸，阿姨，你好厉害呀！哎呀，这就叫厉害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云来酒肆的厨子做饭爱以炙烤油炸为主，桂香酒楼则是以清蒸保留原味居多，口味偏淡。叫我说，也没什么新意。你不信，等我这个店开起来，他们2家店加在一起都不是对手。再带着我，来，咱们要看的就在前面。来，哎呀，妈，我爸这样你都不管我呢。就是这一间，聚贤巷控制商铺中，这间是离市中心位置最近的，每月才要400钱。记住我的话，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在于这铺子也太普通了，还有没有更好的了？啊，有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这不是？这边请。哎，在选店铺这个问题上，要坚定不移的支持我。那也是不是啊？是吧？你早说这个我不就懂了吗？你500钱。哎呦，这么大！还有没有更好的啦？还有没有更好的啦？有的。带我去看看。走。这边。聚贤巷控制商铺中最大最好的一间，每月800钱。小了，还是小了。沈建设，沈小姐啊，你们俩跟我过来一下。干啥？哎，不是你又有什么事儿？我这儿忙着呢，时间就是金钱。沈建设，你是不是飘了？是不是飘了你？我没飘呀！你想好开多大规模的了吗？就在这挑的，2层小楼你还嫌小啊？你要上天啊你！我没有，我是在用计谋策略。你有那个脑子吗你？还计谋你？这爸，你别狡辩，你肯定是有问题。还有你沈小姐，你跟着起什么哄？我错了，起什么哄？老婆，你打他，你能不能先松开我呀？我说，我告诉你们俩啊，一会儿都给我闭嘴，听没听见？我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呀！大娘，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麻烦你再帮我们找一间，位置不需要太明显的，房子也不用太大啊？早说嘛，有。钱不行，钱这事儿你还得来看看这间。哎，这原是康员外郎家的铺子，他产业多，这间小，他并不怎么上心，每月呀只要300钱。但是呢，有一条，康员外郎啊爱好美食，所以啊只想把这间铺面租给做饮食的人家。康员外郎是谁啊？康员外郎你们都不知道是谁？不知道，他可是全永安最有名的美食品鉴大师。你们知道1年1度的厨神会吗？那就是他的手笔。哦，就厨神大赛是吗？大娘，要不这样，我们直接给你付1年的租金，你再给让点儿，每个月给你250，怎么样？哎，老婆，你想好了没有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再者说250，它也不好听啊。没事儿，配你。280，真没什么赚头。哎呦，大娘一看就是个爽快人，你这肯定还有余地的，就250了啊。265，
那后院啊还有个阁楼，虽然没有修缮，但是可以当库房啊。就250了。哎，行吧行吧。哎呀，你可真会做生意。哎呀，哪里，咱们呀就当结个善缘。这间铺子呀当真划算啊！这后院啊连着巷子，到时候你们一扩建，等于白得半间铺子。扩建？啊，你们这还能这么搞啊？不，这都没人管啊？那谁管呀？那云来酒肆都扩建成什么样了？那后巷占了一大半，不还好好的吗？放心吧，出不了事儿的。行，那我们就定这间了啊。那咱们签契约去。行，签，快走。郎君方才所说，这聚贤巷店铺擅自违规扩建的问题，想必先前一定有人发现了，可为什么就是不管呢？永安的水可比外头深，东西市背后利益盘根错节，先前的云小郎君贪墨案好解决，可是在这儿，很多人却动不得。谁说不是呢？就好比这聚贤巷最有名的2家铺子，桂香酒楼和原来酒肆，都是家大业大的，真要查起来，背后还不一定牵扯到谁。要不，郎君就意思一下得了。我既担了这京兆少尹的名，便不能尸位素餐。来，阿季，看看我们选的店铺咋样？是不是不错？而且还挺大的啊。哎，我说阿季啊，你得赶紧找人给我打几口锅啊！这个地方的锅我用着可不趁少啊。哎呀，这要忙的地方还多着呢。阿季啊，你点的一项比较多，你就看看这地方怎么装修啊？啊？哦，对了，阿季，那个衙人说咱们这还可以再扩建一下。哦，当然了，我就怕会被查，还是你拿主意吧。你们定吧，我都行。姑姑，你好像不太开心，是不是还想回现代呀？这个棒棒糖给你。谢谢洋洋。阿季啊，你得接受现实。你仔细想想，就咱们的小饭馆，它迟早得倒闭啊！咱回去还能有啥？还有啥值得你留恋的，是吧？你说是你那个啊只有200个粉丝的账号，还是你那个大聪明的前男友啊？阿季啊，我一开始也没瞧得上这个地方，可后来想想也不赖。你想想，咱在现代那小饭馆，还没这1/3大呢。你说这地方能赚钱，还有祖宗保佑着咱们，挺好的。是啊，阿季，你跟妈说说，你为啥这么想回去啊？没什么。没事儿，你说出来，别憋在心里，憋心里多难受啊！说说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怎么就会突然来到这个鬼地方呢？我之前没日没夜的做兼职，我好不容易攒了点钱，给家里安了个洗碗机，3000多块，我一次都没用过。在这好好做生意也要被人看不起，说是下等人。白天要学着样子给别人行礼，晚上也不能出门，是能偷偷出去，那是偷偷的呀，一点都不自由。你们都习惯了，你们都不想回去了。哎呦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咱们这不是才刚刚开始呢吗？那说不定哪天咱们突然就回去了。阿季啊，你可千万别着急，这个事情吧，你得慢慢试。是啊，你看这不也都慢慢上了正轨了吗？啊，既来之则安之嘛，你反正也回不去，咱们就……姑姑，也许吧，我再适应适应，过几天就好。对，过几天就好了啊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真要在这样一个社会生存下去，可我留在这儿能做什么呢？